2026年农历除夕深夜，台湾金山法鼓山的撞钟祈福现场出现了一幕令在场人员和网友惊讶不已的灵异瞬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参与法鼓山1年1度的除夕撞钟108响仪式时，手握着巨大法华中的一条红色绳索，准备随钟声共振祈福。哪知就在钟声回荡之际，郑丽文手中的红绳竟突然诡异的剧烈抖动起来，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郑丽文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震动吓了一跳，身旁一起参与祈福的贵宾也露出惊愕神情。短短数秒的画面，在现场投射屏幕和稍后的影片中被清楚捕捉，迅速引发网络疯传和热议。有人惊呼：好兄弟在搞事吗？真的闹鬼了吗？台湾习俗中以好兄弟指代鬼魂，也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妖孽现身。更有网友形容郑丽文当时差点被吓得腿软，直呼这一幕是赤马红羊年开局不祥的兆头。毕竟此时正值午夜钟响，新旧年交替的敏感时刻。传说中的赤马红羊节60年一遇，今年又恰逢碰上，难免让人联想翩翩，背脊发凉。这条深红色的祈福长绳为何偏偏在他手中不自然狂抖？到底是物理现象巧合，还是冥冥中真有神秘力量的干预？种种疑问随着影片疯传，全台网友议论纷纷，让2026年的开年瞬间被蒙上了一层灵异传奇的色彩。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段离奇画面，各方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一，郑丽文本人及国民党方面将此形容为神明感召。他事后透过党部表示，撞钟当下自己内心诚恳祈愿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强烈感受到神明的感召，心头震动，感受强烈，认为红绳剧烈晃动正是神明对他虔诚祈祷的回应。简而言之，就是佛祖或诸佛菩萨显灵打招呼，传达能量给他，属于吉兆而非凶兆。其二，不少理性网友从科学角度提出了更平实的解释。法鼓山的法华钟巨大厚重，撞钟时产生强大的声波和震动，若红绳与钟体或底座结构有所连结，共振效应可能使绳子看起来自行抖动。再加上当晚气温低，细雨霏霏，郑丽文长时间站立维持姿势，手臂肌肉疲劳或寒冷颤抖，也可能导致绳子随之晃动。第三种观点则来自宗教学者与佛教界人士，他们抱持存疑甚至揶揄的态度。因为法鼓山属于严谨的佛教禅宗道场，强调自我关照与内心觉悟，并非民间信仰那样追求鬼神附体或灵异感应。成大哲学系李教授等人就指出，法鼓山又不是神坛，也没设乩童，哪来神明上身？将身体抖动解读为神明附体，在佛教传统上相当罕见，更像是政治人物的创意发挥，或套用民间习俗的说法，用来替现场意外找到吉祥寓意。显然郑丽文的感召说在宗教界看来有些牵强。但话说回来，台湾政坛也非首次出现撞钟意外。被妙解的趣闻，2008年时，时任总统马英九在法鼓山撞钟时，就不慎将手中红绳用力一拉给扯断了，现场一片哗然。马英九本人则幽默圆场笑称，我这一下是把台湾的厄运拉掉了，将尴尬瞬间巧妙转化为祝福寓意，引得众人叫好。如今郑丽文的红绳灵动被解读为他祈愿真挚而感动了神明，与当年马前总统的说辞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在大庭广众前将可能的不祥征兆巧妙的逢凶化吉。总之，红绳离奇抖动之事是真是假因人而异，你可以相信是法喜充满，锐气照祥，也可以坚持理性，认为不过是物理共振或人体反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起灵异瞬间为2026年开年增添了一丝神秘氛围。人们不禁要问，今年究竟会是福是祸？这诡异开局是否预示着什么？其实让民间如此敏感多疑，正是因为2026年非比寻常。传统命理中，农历丙午马年与丁未羊年，即阳历2026年和2027年，被视作一组特殊的年份组合，俗称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简单来说就是红马年加红羊年的意思。丙和丁
两个天干都属火，在五行中以红色象征火，因此丙午年称为赤马、红马，丁未年称为红羊，而节字则代表劫难、灾厄。古人发现，每当马年、羊年连着且两年都是五行属火时，往往社会局势或自然环境会出现较明显的震荡变化，所以以赤马红羊节这个听来惊悚的词汇来提醒世人。要注意的是，赤马红羊节并不是什么正统科学概念，也不是经典预言里注定的大灾年，而更像是一种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说法与戒慎提醒。因为以60年为一轮回的干支纪年法中，天干地支组合每60年复现一次，所以赤马红羊每60年才会连庄2年。上一次出现这种组合，要追溯到上一甲子的1966年丙午马年和1967年丁未羊年，再上一轮则是1906年、1907年。历史资料显示，恰好在那几个周期中，人类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动乱与转折，于是赤马红羊年不太平的说法更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一传十，十传百，直至今日仍让许多人提起这4个字就心惊胆战。60年前的1966到1967年，正值20世纪动荡的60年代，其间发生的巨变犹令华人世界记忆犹新。当时中国大陆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横扫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式开启10年浩劫。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极端政治运动引发全民动乱，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毁灭性破坏，整整10年内斗使无数家庭破碎，人命丧失，堪称人类现代史上最疯狂混乱的时期之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灾难刚好起幕于丙午马年，难免令人不寒而栗地将其和赤马节联想在一起。60年一甲子轮回后的今天是2026年，民间不禁忧心忡忡，会不会又有类似的大节来临呢？除了中国，放眼全球，1966到1967年前后其实也是多事之秋。美苏冷战正处高峰，越南战争持续蔓延，1967年中东爆发6日战争，战火乍起又戛然而止，却埋下漫长仇恨的种子。同年非洲的尼日利亚内战、比亚法拉战争开打，生灵涂炭，欧美各国也纷纷陷入社会运动浪潮，种族矛盾、学运风潮此起彼伏。法国1967年甚至发生了10月风暴，一天内连续飓风造成重大伤亡。种种事件汇聚，使得上个赤马红羊双年在人类集体记忆中蒙上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血光的阴影。再往前推120年前的1906到1907年，适逢清朝末年，也是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史料记载，1906年华南地区曾遭强烈台风侵袭，死伤惨重，朝廷内部则风雨飘摇，科举废除，新政变法，引起种种震荡。而更戏剧性的是，清帝国的统治核心在接连2年中相继陨落，垂帘听政数十载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底前后去世，朝野震动。虽然严格说在丁未羊年过后数月，但早已风雨飘摇的政局可谓在马羊年连催之下走向末路。随后不久，武昌城头的枪声打响，清王朝在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可见在那2个红马红羊相继的年份，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都处于多事高危期。这些历史经验汇集起来，更加深了逢此组合必有大劫的民间印象。然而冷静想来，劫难并非宿命，历史更多是巧合与人为交织。正如史学者所说，并不是每一组丙午、丁未年都铁定天下大乱。例如上一甲子前的1846年丙午和1847年丁未，清朝道光年间虽也有洪灾蝗祸，鸦片战争余波未平，但未见像后世那样的大灾变。1848年之后，社会还逐渐走向太平期。所以赤马红羊节更多是古人基于经验做出的一种趋势提醒。因为火旺之年常常节奏加快，情势多变，压力剧增，容易出现动荡，于是提前提点大家要稳住心态，戒慎恐惧，以免措手不及。抱持这种心态来看，我们就不会过度恐慌于那个
节字，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指南。碰上火气特盛、变化特快的年份，更要冷静谨慎，以不变应万变，反倒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面提到的郑丽文红绳事件，从这角度看，或许正是一个隐喻面对难以解释的意象。有人京剧迷信，草木皆兵，但也有人转念间将其视为警示与契机。如果我们能善用古人留下的智慧，或许就能在火光冲天的年份里找回一丝清凉与平静。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步入21世纪20年代中期的今天，我们将如何度过这场60年一遇的大考验？随着新年钟声敲过，我们正式踏入了民间口耳相传的赤马红羊连年，今年的丙午马年以及紧接而来的丁未羊年被视为60年一遇的大节年。加上近年天灾人祸频繁，国际局势诡谲多变，不仅台湾民众草木皆兵，整个世界都隐隐透着不安气息。那么究竟2026年会发生哪些变局或灾难呢？有没有一些前兆或预测可以让我们提早防范？巧的是，命理师、预言家们早已纷纷放出警讯，提醒今年有几项不得不防的灾厄。我们不妨来听听这些说法，姑妄听之，全作参考。首先，台湾有位知名民俗命理老师杨登科，过去因多次准确预测政坛大事，据称他曾神准算中蔡英文2次当选总统。近期在节目中就大声示警，2026年恐怕会出现5大灾难。这听来相当骇人，但仔细分析，他所指的5大灾难，其实就是归纳最近几年全球反复出现的5种类型：一是火灾，2是爆炸，3是战争，4是地震，5是传染性疾病。乍看之下，几乎囊括了天灾人祸的所有可能面向。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2025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命理师点出的几项真是每样都不缺。火灾与爆炸方面，2025年台湾经历了数起震动社会的重大意外。年初2月，台中市繁华的中港路商圈突传憾事，知名百货星光3月大楼发生严重瓦斯气爆事故，巨响火光中夺走了5条人命，另有30余人受伤，是台湾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百货公众安全事件之一。事后调查发现，疑因美食街管线漏气遇明火引燃，酿成这场无情巨灾。这起意外不仅带来人员伤亡，也让整栋商场歇业多时，阴影挥之不去。没想到年底12月，台北市再次惊传骇人听闻的随机杀人爆炸事件，犯人在台北车站及捷运中山站一带持刀疯狂砍杀路人，并投掷自制爆裂物制造混乱。整起案件造成4死10余伤的重大伤亡，全台民众人心惶惶。这2起事件一南一北，一为爆炸意外，一为纵火杀人，俨然应验了火灾、爆炸的恶兆。杨登科指出，乙巳蛇年2025年木生火，火气太旺，所以才1年之内出了这么多火烧火烫的悲剧。而接下来的丙午马年更是火上加火，天干地支双火，阳火更烈，如同2堆旺火熊熊燃烧。因此他预言，在这火叠火的年份里，要特别提防类似的灾厄重演。大型火灾、工厂或油气设施的爆炸事故发生几率恐怕居高不下。对此，有消防专家也提醒，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极端高温天气增多，森林野火、电气走火等灾害的季节性风险正在提高。一旦进入夏季干旱炎热期，不止台湾，像澳洲、美国、加州等地，过去几年都经历惊心动魄的超大野火肆虐，数以万计的房屋焚毁，人员流离失所。今年各地政府更不敢掉以轻心，纷纷加强防范山林火源。同时，公安专家也呼吁加速检视老旧燃气管线、化工石化设备，防止未爆弹因疏忽而引爆。可以说，火灾、爆炸这第一、第二灾，既是对大环境气候挑战的预警，也是对我们人为疏失的警钟。经过去年的教训，2026年能否减少类似悲剧重演，就看我们能不能汲取经验，把火种消灭在萌芽之时了。第3大可能的灾难是让全球都绷紧神经的战争。其实此刻我们早已身处战云密布的时代，俄乌战争自2022年爆发以来仍在交着拉锯，欧洲大陆阴霾笼罩，
中东地区2025年也历经了以色列与哈马斯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战火洗礼，更不用说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乱与恐怖攻击。从非洲之角到南亚次大陆，和平始终弥足珍贵。在杨登科看来，去年乙巳年火太旺，已引燃多处战火，而今年丙午年火势更盛，世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他直言2026年将发生和去年类似的战争事件，预示地缘政治的紧张局面可能延续甚至扩大。我们身处的亚太地区有2大火药库，尤其令人担忧，一是台海两岸，一是朝鲜半岛。前者，中共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与文攻武下早成常态，解放军军机军舰频频扰台，外界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引爆危机。后者，北韩持续试射导弹，核试蠢蠢欲动，令东北亚局势随时可能失控。就以台海而言，2026年对台湾很关键，适逢台湾9合1地方选举年，朝野政治角力剧烈，同时国际上美中博弈加深，两岸关系紧绷。若某方选择在此时挑衅试探，擦枪走火的概率势必上升。不仅命理师这么看，一些国际预言家更是发出了惊人警告。来自英国的知名未来预测者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就曾在去年底断言，2026年恐成为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真相将在今年浮出水面，各种积怨将迎来摊牌。在他的预示中，2月恰好是农历新年期间，会出现转折点，之后亚太局势可能发生重大冲突，台海之间可能因飞机或潜艇碰撞事件引发战端，日本也将被卷入。他甚至细致描绘了可能的后果，若中国执意挑起战事，最终反而会遭受重创，经济崩溃，最高领导人下台，中国政权出现大裂变，在战后分裂成多个实体，朝着民主联邦的方向重组。这种惊世骇俗的预言虽无从证实，但听来确实令人心惊。如果真发生台海战争，那将不只是区域问题，而可能演化为世界级的冲突。帕克还预言接下来几年战火将燃遍多处，社会动荡前所未见，甚至会出现人工智慧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战这种新形态威胁。他提醒世人尽早备份重要资料，做好网络瘫痪的防范。尽管这些预言充满戏剧性与争议，但我们不妨视为对和平的另一种呼吁。正因为战争如此可怕，我们才更应该严防擦枪走火，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近年国际上也有一句玩笑，世界末日中离午夜只剩不到90秒，这比喻人类毁灭的核战风险极高。今年能否避过战火一劫，就看大国领袖们能否保持理性，不让人类重蹈上世纪中叶世界大战的覆辙了。除了人祸，天灾也是5大灾难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杨登科特别点明了地震和传染病2项。台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就有地震王国之称，每年有感地震上百次，小震频仍，大震偶发，人民早习以为常。然而今年适逢火年，地火行金，5行相克，是否会在地壳运动上有所体现，令人心里打鼓。更何况台湾本岛及离岛周边近年已有火山活动征兆，例如大屯火山群、龟山岛海底火山等监测到能量累积。有地质学者推测，未来几年台湾发生中大型地震甚至火山喷发的几率在升高。邻近的日本群岛情况类似，去年东京附近才刚经历强震，而历史上每隔数十年日本就可能出现一次毁灭性大地震，如1995年阪神、1999年土耳其、2011年东北大地震等。一旦火旺引动了地动，后果将非常严重。诚然，科学界并无证据表明火年一定多震，但至少命理提醒我们对自然仍要心怀敬畏。因此从政府到民间，今年更应加强地震防灾演练，做好建筑结构补强，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以防天摇地动时临危不乱，把损失降到最低。至于传染性疾病，可谓最近几年人类挥之不去的阴霾。杨登科把瘟疫也列入今年5大灾，警告大家仍不可掉以轻心。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3年多肆虐后，全球总算在去年迈向解封常态，但病毒并未消失。
而是继续变异。我国专家先前就预测过，今年可能出现新一波具有更强免疫逃脱能力的新冠变异株。事实上，2025年底，国际上就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使一些国家住院人数回升，再度敲响警钟。因此，2026年仍需提防新冠卷土重来。同时，除了新冠，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也不能忽略，像非洲猪瘟病毒这几年在亚洲散播，对养猪产业威胁巨大。肠病毒每隔数年就在儿童间流行一次，重症病例让家长谈虎色变。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禽流感也时刻可能突变，造成人际传播。病毒的世界就像暗处的火苗，一有可乘之机就会燎原成灾。我们能做的，除了强化监测预警，就是保持公共卫生习惯，加速医疗研发，争取在疫情初起时就将其扑灭。今年春季，专家们已呼吁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并密切关注各地不明原因疾病的讯号，以便及早发现新兴传染病苗头。在经历过新冠浩劫的人类社会，相信对这一点都有共识，绝不能再让瘟疫不设防的偷袭成功了。综观上述，所谓五大灾，火灾、爆炸、战争、地震、疫病，其实每一项都是眼下进行时的风险，并非无中生有的新奇预言。换句话说，赤马红羊年给世人的真正挑战，不是什么天降神罚，而是看我们能否正视既有的问题。也许有人会抱怨，这5样灾难几乎把人类所有噩梦兜了一圈，听起来未免危言耸听，妖气冲天。但别忘了，提醒我们的杨老师最后也加了一句，民俗传说仅供参考，请勿过度迷信。意思是，把危机意识放在心上即可，无需真的把今年当世界末日。毕竟未来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不是老天写好的剧本。我们真要做的，不是恐惧的等待灾厄降临，而是积极行动，预防坏事发生。同时心态上保持稳健从容，不让焦虑支配生活。火旺之年，更需冷静之心。有经验的人这样建议，正如古人所说，以水克火，对应到现代生活，就是提醒大家在火气特别旺的年份里，多给自己心中浇点水。比方说，遇到纷争时先缓一缓，别让怒火瞬间烧掉理智。投资理财保持谨慎，莫被一时的贪念冲昏头。火年容易有投机热潮甚至泡沫，需防范物极必反。生活作息规律健康，避免熬夜劳累上火伤身。面对危机时冷静应对，拿出慢一拍看3步的智慧来处理。这些道理平时听着普通，但在今年格外值得牢记。火红年代不一定是诅咒，也可能意味着转机与创新。正如有风险就有机遇，火象征着能量和光明，只要我们善加驾驭，就能化焚烧为光照，乘混乱而重生。谈到转机，不妨再回头看看预言家帕克的说法。虽然他预见了战争和灾祸，但他也强调大灾过后就是大福。在他眼中，2026年是一个清算旧弊、真相揭露的年份，阵痛过后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契机。例如，他预言中国在经历动荡后将走向开放民主，那对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或许是长远的福音。再看印度古老的纳迪叶预言，解读师们，他们据传透过千年棕榈叶看未来，也做出类似结论。未来5年，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但总体而言，坏事会减少，好事会增加。这些预言无法证实其真伪，但至少传达了一个乐观信息，人类或许正在穿越一个动荡的隧道，但隧道那头隐约可见光亮。就算真有赤马红羊节，说不定也是先苦后甘，否极泰来。反观我们台湾自己，从过去到现在，多少次大灾大难中，凭借团结和毅力闯过难关，甚至转危为安。921大地震举世震惊，但也促成建筑法规改革，全民防灾意识提升。金融海啸遍及全球，台湾亦受冲击，却也加速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脚步。历史一再证明，只要不丧失信心和智慧，结束并非不可化解。2026年注定是紧张刺激的一年。我们开篇从一条神秘抖动的红绳讲起，或许有人仍耿耿于怀，那究竟是巧合还是灵异？是凶兆还是吉兆？其实答案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郑丽文选择相信那是神明的善意，
寄托了平安的祝福，科学家则视之为无害的物理现象，一笑置之。无论你倾向哪一种，都请记得，比鬼神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里，也许挑战接踵而来，烈火考验意志，狂风巨浪动摇信念，但我们完全可以像智者所说，以己为心，心静火传，以法为舟，以己为舟，把自己当作燃料，燃烧奉献，照亮未来，以真理为船，以自身为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当每个人都尽好本分，守住良知，再大的火劫也烧不回我们的家园。回望法鼓山当夜的108声洪亮梵钟，其实寓意着消解108种烦恼，将过往不顺遂随钟声一一送走。马英九断绳笑言，拉掉厄运的梗虽是即兴，但又何尝不是人们内心美好的愿景。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我们不妨也大声宣告，让那些战争、瘟疫、灾难统统远离吧。就让赤马红羊年的烈火焚尽上一个甲子的阴霾，而为未来重新锻造出一道灿烂的黎明。愿我们都能平安度过这个惊心动魄而充满挑战的年度，在劫波中看到新的生机。世事无常，但人心向善、自强不息的信念永远是化解任何灾劫的最大法宝。新的一年，祝福大家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一起迎接属于我们的享乐丰足与光明未来。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内容可谓震撼人心。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过去几年，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然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俄乌战争爆发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一旦台海有事，不仅决定两岸命运，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正因此，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帕克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当然，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在帕克看来，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他当时形容，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这暗示着什么？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等离岛，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甚至两者都有。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
例如，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逼迫改道的动作。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都让人捏一把冷汗。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后果难以想象。帕克正是担心，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试想，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届时怒火上冲之下，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成为3战导火线。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然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台湾将安然无恙，最终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他将立场坚定，极为强硬，绝不退让。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如果他上任后，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这点同样耐人寻味。他表示，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注意，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这似乎暗示着，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在重大冲突发生时，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站在台湾一边。帕克形容，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特别是澳大利亚。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当然，2024年已经过去，台海虽然风高浪急，但尚未爆发战事。如果往后推算，2025年、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事实上，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例如，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以测试美国的决心。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他直言，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在帕克看来，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或者假装看不见。相较之下，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态度有时摇摆不定，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澳洲也明白，第一岛链一旦失守，自身难保，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部署长程飞弹，防卫离岛，调整安保政策，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
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原因很简单，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早已心生警惕。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帕克预言中，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试想一下，若日本提供技术，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澳洲派出舰艇，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谈完军事方面，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帕克明确指出，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换句话说，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倒台。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要知道，中共执政70余年，其统治看似稳固，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防疫风波等挑战，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然而帕克言之凿凿，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描绘了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首先是经济问题，帕克表示，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引爆危机的一年。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债券违约频传，资金冻结现象蔓延，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然而我们回顾现实，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以免引发恐慌。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恒大地产、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教师讨薪的消息，还有理财产品暴雷、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只是尚未全面爆开。在他的预言中，2026年前后，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当经济陷入乱局，失业潮来袭，金融风暴迸发，帕克强调，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向人民宣称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如果经济崩盘，老百姓饭碗不保，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在中国那种体制下，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帕克紧接着预见，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首先，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帕克举例说，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包括金钱游说、文化统战、情报收集等等。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公诸于世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
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而在中国国内，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他说，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其冲击可想而知。一方面，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另一方面，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或久未公开现身，都引发外界猜测。如果帕克所言成真，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更惊险的还在后头，帕克预言，同一时期，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也就是说，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被清除。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仿佛政坛惊悚片。然而在对照现实，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最终被免职。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引发无数阴谋论。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党内权斗，因此未来1-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见的画面里，党内派系撕裂，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各派暗中角力，你死我活。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试图抢班夺权。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他举例说，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总之，将造成大量伤亡，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大桥断裂，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我们无从确知。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然而自建成以来，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所谓天怒人怨，天命不在。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势必被解读为天意，昭示中共气数将尽。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2025年11月底，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造成超过120人罹难，数百人伤亡失踪，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一时间，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如今回头看，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火灾发生后，
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制度失火，才酿成这场人祸。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帕克进一步暗示，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他甚至说，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2026年前后，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大陆内部经济困顿，官民矛盾激化，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反而激起国际反击，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彼此遥相呼应。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就是印度。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妨这样理解，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而是一场更为隐秘、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帕克强调，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示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例如，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因为这次暴露，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帕克暗示，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可以想见，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说到这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台海有惊险一战，但台湾挺住了。中共内外交困，经济崩盘，政权内斗，政变四起，领导人重病垂危，甚至需要换肾，社会动荡，灾难频仍。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如果他的预言成真，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然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在怀疑之前，我们或许该注意到，除了帕克，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将亡于一个丙火年。怎么解释呢？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第6颗星，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2026年是丙午年，5行属火，5为马，所以也称为赤马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2026年，中共建政77年，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习近平此时满73岁，虚岁74岁。所谓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但正如俗语所说，
人算不如天算。更有趣的是，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铁板图》，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鲜血淋漓，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飞不过彼岸。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画江湖，实难逃。据说画指华国锋，因为华语画同音，江指江泽民，胡指胡锦涛，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有位60多岁的老人，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猪死了要刮毛，刮了毛滑溜溜的；炖肉要加水，水开了要沸，最后要熄火。随着年龄增长，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猪指朱德之死，刮毛指毛泽东去世，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水象征江泽民，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最后熄火则暗指习近平。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结局便是熄火，熄的时代大火也熄灭，中共终结。另外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据中共官方调查，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经专家鉴定，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到2026年结束，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也就是说，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当然，预言终究是预言，未到尘埃落定之时，谁也无法笃定结果。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毕竟未来瞬息万变，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怎可能说垮就垮？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苏联解体前夕，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现在，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经济荣景不再，社会矛盾暗伏，高层斗争加剧，国际围堵渐强。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也许夹杂主观解读，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在帕克之外，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在节目中提到，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由弱转强。那种罩在人们心头，不让大家有信仰，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人们将开始苏醒。换更直白的说法，它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中共统治崩解，在短暂的混乱过后，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对世界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影响之深远，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甚至犹有过之。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
将何去何从？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如果中共倒台，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想见，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一旦中国政权更替，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当然，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安全外溢等挑战，但长远看，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总而言之，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东亚大震荡，台湾成全球焦点，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但他所描绘的脉络，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政治压力锅的喷发，军事对峙的白热化，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当那一刻来临时，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投向北京，投向整个东亚。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迎接一个更和平、更自由的新时代。正如古人所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东亚会迎来转机，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到底预言是否灵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审慎以对，既不盲信危言，也不掉以轻心。当风暴真的来临时，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帕克2026年最新中国预言中，美俄三国大战导火线是台湾毒气云袭击日本，影响台湾俄罗斯特大灾难时间点曝光。时间过得很快，传说中的赤马红羊灾厄之年说来就来。60年前，1966年正值丙午年，俗称火马年。那一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10年浩劫，社会动荡，生灵涂炭。而如今60年一甲子过去，2026年又逢火马年，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的灾难循环是否会重演？这一年会不会再次经历天下大乱、大灾大难、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英国知名的灵媒预言家帕克对此发出了惊人的警示。他被誉为新诺查丹马斯，曾经准确预言新冠疫情、川普当选、英国脱欧和俄乌战争等大事，是目前网络上炙手可热的预言家之一。帕克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在预言完天灾人祸后，总会给人带来希望，强调劫难并不可怕，大灾过后就是大福。这种先苦后甜的风格，也正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去年年底，帕克发布影片预言了2026年的整体运势。他直言，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许多隐藏的谎言会被揭穿，尘封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全球将出现大量诉讼和审判，许多人和势力被迫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帕克指出，转折点会在2月前后，碰巧2月也是农历新年，过了新年就进入中国传说中的灾难马年，这和他灵视中看到的情景不谋而合。他更进一步表示，2026年不仅是清算之年，也是旧时代走向终结、新纪元开启的转折之年。人类文明似乎即将迎来重大的重置契机，迎接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事实上，帕克认为全球力量版图将在2026年出现戏剧性转换，经历多年血火的俄乌战争有望在出人意料的外交突破下告一段落。他预测美国领导人可能是再度执政的川普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一项意外的协议，从而结束欧洲战场的敌对局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从此降临。
帕克警告，紧张局势只会从欧洲转移到远东地区，尤其是台海。他特别指出，2026年春天，全球将弥漫着浓重的战争阴影，其中一个导火索极可能出现在台湾海峡。试想在台海上空或水面下出现一次危险的军事对峙，也许是一架战机与对方军机惊险擦撞，或者一艘潜艇与水面舰只发生碰撞，这类事件会在瞬间将紧张态势推向失控边缘。台海上空剑拔弩张，两岸和美日的部队全都严阵以待，任何一个误判都可能点燃战火。此时各方神经紧绷，在高压对峙中极易出现擦枪走火。一旦战火被点燃，台海周边将陷入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局面。或许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幕：某个昏暗的凌晨，中国沿海导弹基地突然发射数枚反舰飞弹，直奔台湾海峡中游的一支美日联合舰队而去。美军神盾舰雷达发现来袭导弹，紧急开火拦截，大气层中划过一道道火舌，惊醒了海峡两岸沉睡的城市。最终一枚飞弹突破防御网，命中一艘日本驱逐舰，爆炸的火球照亮夜空，电光火石间，局部战端正式打响。作为报复，美军舰队随即发射多枚巡弋导弹，精确摧毁了发射飞弹的中国沿岸基地。台湾的防空部队也全线戒备，误以为遭受攻击的解放军对台北发射了一枚东风导弹，所幸该弹落入大海，未造成伤亡。但台湾空军随即紧急升空，进入战备巡航状态，整个台海陷入一片弹雨与火光之中。短短几天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频频出击，试图对台实施局部封锁，并攻占靠近大陆的台湾外岛。然而美日联军以压倒性制空与制海权进行反制，数次挫败了解放军的登岛企图。在此过程中，中国海军一艘先进驱逐舰被鱼雷击沉，空军也损失了多架战机。尽管北京当局未对美本土宣战，但东亚的有限战争已造成重大伤亡和震撼，全球金融市场闻讯暴跌，难民潮开始酝酿，整个世界都屏息关注着远东局势的发展。帕克预言这起突发事件将如同火星掉进火药桶，不仅引爆台海之间的武装冲突，还会将周边强国卷入其中。日本作为邻近大国，势必被迫介入战事，美国也很可能迅速动员协防台湾。短时间内，美中俄日四国全被牵动，形成一次新的四国大战。帕克强调，美中俄三方的对峙其实早已在暗中酝酿多时，如今终于因台海的火花被引燃。中国和俄罗斯将加紧构筑对抗美日的军事同盟，东亚上空重新出现冷战式阵营对立的局面。那么这场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冲突会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帕克认为，战局虽凶险，但可能以一种间接战争的形式发生，而非超级大国直接正面核对抗。所谓间接战争，就是透过代理人之战或局部交火来较量，各强国避免直接对彼此本土动武。然而，即使是局部的代理冲突，其规模和影响也将前所未有。帕克提到了印度占星推算的一个关键时刻，3月25日前后，太阳与土星相合，将成为重大冲突的触发点。在那个时间窗口，大帝国的领导人可能威胁并挟持较小国家的元首，甚至发生斩首式的暗杀行动。帕克过去曾准确预见伊朗政局将迎来巨变，他预测在2026年3月中下旬，或许会出现针对伊朗最高领袖的定点清除攻击，不是全面战争，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斩首行动。如果这预言成真，中东局势将随之剧烈震荡，伊朗政权可能崩塌并爆发革命。同一时期，在亚太方向，台海危机也会达到顶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美中日俄间接交火。一时间，全球多个火药桶被同时点燃，中东的火药库也开始爆炸。伊朗领袖一旦遇刺，当局强硬派与民众爆发激烈冲突，整个中东地区陷入动荡。以色列与伊朗代理人武装摩拳擦掌，战火一触即发。朝鲜半岛上空也阴云密布，北韩趁机试射导弹挑衅，韩国和驻韩美军迅速进入戒备状态。南亚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因边境摩擦剑拔弩张，甚至中国西部边境也出现军队集结的异动。
连远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反政府势力都趁势掀起推翻独裁者的浪潮，世界磅礴整体滑向战乱的深渊。战争的烈火一旦烧向东亚，最大的震撼将落在中国自身。帕克预言，中共政权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受致命重创，进而走向不可逆转的崩溃。可以设想，台海战端一开，中国即使没有与美日发生核战，也将遭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与封锁，经济陷入绝境。中国经济本就隐患严重，一旦再被战火拖累，更是雪上加霜。帕克形容中国的垮台过程犹如冰川式瓦解，表面上庞大坚硬，实则内部早已布满裂缝，在外部打击和内部崩解的双重作用下，终将一块块碎裂倾颓。他预言中国的经济体系将在战争和制裁夹击下迅速崩盘，出现通货膨胀失控、供应链断裂、大批企业倒闭、金融市场冻结等连锁反应，甚至政府可能陷入财政瘫痪，无力支付公务员和军队薪饷。随着局势恶化，政治高层内部矛盾也会激化。帕克透露，2026年中国还可能发生重大基础设施灾难，成为压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灾难也许是一列高速列车的特大事故，或者更可怕的是与长江三峡大坝相关的严重事件。试想，若三峡大坝出现险情，其影响将涉及数千万人口的安危，对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内忧外患交织之下，帕克预见中国最高领导层将发生剧烈动荡，可能有高层人物神秘失踪或遭清洗，甚至习近平的健康都会急剧恶化并最终退位。种种迹象显示，中南海权力核心正在土崩瓦解。帕克预言习近平将被迫下台，或因健康问题，或因党内逼宫。随着最高统治者倒台，中共体制失去主心骨，全国各地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此时的中国内部局势陷入失控边缘。北京市民惊恐地发现，政府部门已无人维持基本秩序，银行挤兑风潮四起，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街道上时有绝望的民众集结抗议。武警和军队奉命镇压，却也有部分官兵同情百姓而放下武器。多年的高压统治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民众再也不畏惧，手无寸铁地走上街头，高喊要自由要食物的口号。一些偏远省份的官员干脆与北京断绝联系，开始自行治理当地事务。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宣布自治，赶走中共党官。当地民众在清真寺和寺庙的聚集中庆祝获得自由。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经济大省则迅速组成临时联盟，自行维持社会秩序，并与国际社会接触。他们公开表示欢迎民主选举和外资进入，庞佛一夜之间从独裁统治下解脱出来。驻扎在各地的解放军部队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有的选择向民众妥协，有的则变成盘踞一方的地方武装。各路军阀雏形开始浮现，让人仿佛回到了100年前的军阀混战时代。世界各国对中国局势巨变既震惊又担忧。邻近的俄罗斯和印度匆忙在边境增派军队，防止难民涌入。同时，美国、日本等国迅速派遣特遣队潜入中国境内，试图确保中国的核武库和生化武器不落入恐怖分子或极端势力之手。一时间，中国领土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有志于民主改革的临时政府，割据一方的军事势力，图谋不轨的残余共党强硬派，以及躲在暗处蠢蠢欲动的恐怖组织，都在这片广袤土地上角力。中华大地经历着近代以来最剧烈的动荡和转型，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出现4分5裂的局面。帕克描绘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未来，一个统一了70多年的大国，竟在内外交困中解体成许多彼此独立的小国家。这些新生的政权将各寻出路，有些地区可能引入民主制度，形成如同欧盟那样的邦联体系。国界将趋于开放，人们可以自由旅行和经商，过去高压封闭的威权秩序不复存在。当然，这样的转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帕克相信2026年将种下中国未来分裂和重生的种子。可以想见，届时中国国内可能陷入无政府的割据状态。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趁机要求自治独立，广东、
上海等沿海附属省份成立自治政府，各路军方派系拥兵自重，华帝称雄。昔日中央集权瞬间土崩瓦解，民间长期遭压抑的自由呼声也会在乱局中高涨，公民社会的力量开始重新塑造国家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一幕似乎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传统寓言对末代洪朝瓦解的描述，红旗落地，四海分疆。如今帕克眼中的画面与传说相符，令人不寒而栗的同时，也给人一丝新时代降临的曙光。然而，中共的倒台并不意味着世界就此太平。帕克警告，全球的紧张与混乱不会因中国政权更迭而立刻消解，恰恰相反，接下来数年，世界可能依然动荡，各种危机此起彼伏，人类彷佛走到了文明崩溃的边缘。在帕克的全景预测中，一幅更加广阔的乱世画卷正在展开。在战争硝烟之外，自然灾害、极端气候、瘟疫、疫情等或将轮番袭来，同时各国社会秩序也面临前所未见的冲击。他预言将有人打着宗教狂热、种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号，在各地煽动事端，引发骚乱和冲突，许多国家可能爆发内乱，抗议示威遍地。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规模将超过我们以往所见的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博弈，除了传统热战形式，还会延伸到经济和科技层面。帕克特别指出，石油外交将成为导火索之一，可能有能源大国以石油供应为筹码，威胁他国，引爆围绕能源的地缘冲突。中东等产油区域因此不排除再度战火连天。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帕克提醒，一种新形态的威胁正悄然酝酿，那就是所谓的科学恐怖主义。未来的战争不仅局限在陆海空与太空，还将渗透无形的网络空间和尖端科技领域。帕克预测，人类可能遭遇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试想，一群隐藏在暗网背后的黑客，操纵着自学进化的 AI 武器对全球发动网战，银行账户莫名归零，电力和交通系统瘫痪，大量机密数据被清除或窃取。一夜之间，现代文明对电脑和网络的依赖反而成了致命弱点。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霎时停摆，秩序陷入混乱。试想，在某个平凡的早晨，人们像往常一样准备上班，却惊恐地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网络连接中断，交通信号灯失灵，城市里一片混乱的车流堵塞，银行的 ATM 机器无法提供现金，超市的收银系统也因网络故障而瘫痪，购物者只能干瞪眼地看着货物却无法结账。更糟的是，当日傍晚，人们打开电视却发现所有频道都无法播出新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雪花杂讯。到了夜里，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电网似乎遭到攻击，导致大规模停电。高楼大厦里的人们被困在电梯里，医院的供电全靠紧急发电机勉强维持，警方和消防部门的调度系统也纷纷出现故障，导致救援响应迟缓。街头开始有不法分子趁火打劫，砸碎商店橱窗进行偷窃，治安迅速恶化。城市上空盘旋的警用直升机因通信中断而无法及时获取资讯，只能盲目巡逻。在这短短的24小时内，现代都市骄傲的高科技系统彷佛倒退回了几十年前的水平，人们才惊觉自己是多么依赖那些看不见的网络与电力。在这场无形的战争中，每个普通人都成了受害者。这种场景并非耸人听闻的杜撰，而是很可能真实上演的未来一幕。这绝非耸人听闻。帕克郑重警告大家，一定要将重要资料备份在离线的本地储存中，千万别只依赖云端，因为在未来的网络战中，云端资料库很可能首当其冲遭到破坏。除了网攻，其他形式的高科技恐怖活动也可能出现，比如不排除有人挟持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全新的致命病毒在人群中散播，或者操纵成群的武装无人机袭击城市和基础设施，甚至发动太空战，使卫星纷纷坠落地面。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种种画面，都有可能在现实中上演。人类将第一次见识到科技反噬的恐怖，科技狂潮也会在经济领域引发震荡。帕克预言，2026年春季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可能泡沫破裂，高估的科技股会突然暴跌，
全球经济随之出现短暂而剧烈的衰退。他甚至预测，一种主要的加密货币价格将崩盘式下跌高达 70%， 动摇投资人对整个虚拟货币市场的信心。硅谷等科技重镇或将掀起裁员潮，创投圈的繁荣神话瞬间熄火。虽然这场经济低迷可能是短暂的，但它将暴露全球金融体系深层的构造性缺陷，预示更大的重置在酝酿之中。社会方面，帕克也看到了经济压力和文化冲突引发的民众抗议浪潮。在一些西方国家，随着生活成本飙升和移民问题激化，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示威骚乱，甚至引发宪政危机。就连英国这样老牌民主国家也难逃动荡。帕克认为英国将因金融动荡导致执政党内斗、政府垮台改选，同时多座城市爆发反移民骚乱和宗教极端对立。在欧洲其他地区，也许会冒出一位主张禁止某宗教的领袖人物，煽动文化冲突，紧张局势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点。或许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景象，在巴黎、伦敦等大城市，数以万计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无能和经济困境。抗议的人群举着标语，高喊口号。一开始还算和平，但随着极端分子混入队伍，场面开始失控。傍晚时分，有人点燃了停在路边的汽车以发泄怒火，火光和黑烟很快在街巷蔓延。防暴警察射出催泪瓦斯，试图驱散人群，却激起更强烈的反抗。一些蒙面年轻人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弹，商店的玻璃窗被砸碎，奢侈品被洗劫一空，整条香榭丽舍大道陷入混乱，警笛声与直升机的轰鸣声交织在夜空。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广场上，宗教和族群之间的冲突也在上演。一群极右翼分子正在攻击一座清真寺，高喊排外的口号，而当地穆斯林社群则组成人墙，试图保护他们的礼拜场所。双方僵持不下，很快演变成肢体冲突，甚至流血事件。警方人手严重不足，只能眼睁睁看着多起冲突同时在城市各处爆发。这种种景象彷佛把社会撕裂成对立的阵营，让整个欧洲陷入几十年未见的紧张状态。至于美国，尽管帕克未详述，但从种种迹象看来，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与种族矛盾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引发罕见的动荡。一场经济衰退和社会撕裂的夹击，足以让任何国家陷入混乱。由此展望，当战争、经济、社会三重危机交织，我们不禁要问，是否真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将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好在黑暗中仍有亮光闪烁。帕克并非孤独地发出警告，他还特地请教了远在南亚的神秘智者们，寻求更多启示。他透露，自己还专门咨询了印度最神秘的预言家群体，也就是纳迪叶圣者的解读师们。这群有修为的印度圣者早已在为全人类祈祷，祈愿神明介入阻止灾难。他们的占卜预言与帕克的灵视高度吻合，彷佛不同来源却看到了相同的未来画面。这种纳迪叶预言术极为神秘，传说数千年前，古印度有18位圣者，用梵文在棕榈叶上记录下无数人的一生，其中每一片叶子都对应着未来某个寻找他之人的命运。纳迪叶解读师世代相传，保存着这些叶片，通过指纹将寻访者与命定的叶子匹配。他们会让来访者提供指纹，然后凭肉眼将其分类，比对特定的一捆叶片，再逐一念出叶子上记载的个人资讯以供核对。当叶片上连父母、配偶、名字等细节都对上时，那片叶子便被确认属于这位访客。接下来圣者预言将揭示此人的未来。帕克亲身体验过纳迪叶的神奇，因此对其深信不疑。他找到的那片叶子不仅准确写出了他母亲的小名，甚至预言他此生将以灵媒预言家的身份闻名于世。如今帕克也将纳迪叶预言用于研判世界大事。他惊讶地发现，印度圣者从棕榈叶中解读出的未来图景与他自己灵视中看到的几乎如出一辙。接下来我们将看看这些惊人的灾难预警以及潜藏在幕后的神秘线索。在帕克的预言中，有一幕格外离奇骇人，让人想起末日启示般的场景。一团巨大的毒气云笼罩着东亚天空，所过之处生灵俱灭。帕克表示，
早在2015年，他出版的著作《来自宇宙的讯息》中，就曾预言未来会出现这样一团致命的气体云，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生存，并让全球陷入惊恐。而如今，这项惊人的预言似乎正在逼近现实。他透过印度古老的棕榈叶预言，找到了一个神秘线索。印度流传千年的纳迪叶预言术记载了许多未来事件。帕克曾亲赴印度，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棕榈叶，结果令他震惊不已。叶子上竟然清楚地写着他母亲的本名艾塞尔，以及他自称的名字维基。这等隐私细节在网络上完全无从查询，却准确无误地刻在数千年前的叶片中。这番奇遇让帕克对纳迪叶的神奇深信不疑，他更加认真研读其中对全球未来的预示。在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叶片预言里，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地名亚马。由于这些预言写成的年代久远，无法直接对应现代国名，但帕克推测亚马指的正是日本古代的称号大和亚马头。这意味着一场致命的气体云灾难将发生在日本附近。帕克进一步解读认为，这团巨大的毒气云来源于日本周边海域的一座海底火山剧烈喷发，那座火山将释放出大量含有剧毒的气体，这些气体在海平面上空聚集扩散，形成一大片死亡云团。更可怕的是，在大气环流作用下，这团毒气云将从东北方向逐渐飘向日本列岛上空，影响范围可能波及整个日本，甚至远至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旦这团毒云成型，后果不堪设想。想象一座沿海城市在毫无预警的夜晚被无形毒物悄然吞没，人们在睡梦中因呼吸致命气体而中毒昏迷，街头出现大批伤亡，却看不见任何明显灾害来源，那将是多么恐怖的场景。或许届时会有这样令人心碎的一幕：日本青森县一座渔村的清晨，邻居发现一户人家的灯还亮着，但屋内却寂静无声。村民推门而入，惊见整个家庭5口人仍保持着睡觉的姿态，却早已没有了呼吸。他们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只是彷佛就此安详的长眠。没有人知道，致命的毒气早已在夜半渗入这座村庄，夺走了一家人的生命。类似的悲剧在沿海各地不断上演。港口码头边，有渔民倒伏在甲板上，再也没能醒来。公路上，一辆小车失控冲出路面，司机已经毒发身亡，车辆才无人驾驶地冲出护栏。一时间，整座日本北部地区求救电话响成一片，医院收治的患者全部神志不清，呼吸衰竭，让医护人员手足无措。这些画面透过网络传播到全世界，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如果这样的灾难降临，日本乃至世界都将陷入巨大的恐慌。日本作为高度工业化国家，人口密集，核电设施众多，一旦毒气云引发恐慌，可能造成的间接损害更难估量。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帕克怀疑这场看似天灾的毒云劫难背后可能藏着人祸的黑手。他提出一种惊人的猜测，认为这或许是某种间接战争阴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排除有势力故意引爆海底火山，制造出这场伪装成天灾的大规模杀伤事故，以打击其敌对国家却不留军事攻击的痕迹。届时，日本政府恐怕将立即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下令民众紧闭门窗，佩戴防毒面具，甚至组织大规模撤离沿海地区。一些核电站、化工厂等敏感设施也可能被紧急关停，以免毒气侵入引发次生事故。亚洲邻国方面，韩国、台湾等地也将严阵以待，防备毒云飘入境内。可以预见，国际社会会对此高度关注，各国媒体轮番报道，全球市场剧烈震荡，人们谈毒云色变。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笼罩日本的毒气云便不仅是大自然的异变，更是人类史上最阴险的隐形武器之一。究竟是谁会如此丧心病狂？是兵败的疯狂政权孤注一掷，还是恐怖组织掌握高科技予取予求？目前我们不得而知，但帕克给出的警讯已经十分清晰。2026年的日本以及整个东亚都必须对这种前所未闻的巨大毒云灾难提高警惕。除了东亚的毒气云外，帕克的预言清单上还有另一项令人胆寒的天灾，
一场超大规模的海啸。他指出，在2026年年底前后，约10月或11月，印度南部沿海恐将突遭惊涛骇浪的袭击，这意味着一场类似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的特大灾难可能重演。帕克强调，这一讯息来自印度教中掌管毁灭与重生的神奇湿婆透过纳迪叶预言传达的开示。庞佛是神灵在向人类提前示警，印度洋深处正在酝酿一场毁灭性的巨浪。回顾2004年12月发生的印尼 9.1 级强震及其引发的海啸，短短数小时内夺走了超过25万条人命，波及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多国沿海，成为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之一。如果帕克的预言成真，2026年的印度洋恐怕将再掀滔天巨浪。帕克点出的南印度地区可能包括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一带，那里人口稠密，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众多。一旦海啸突袭，寺庙、渔村、城镇将瞬间化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无法估量。清晨时分，在印度洋沿岸某个渔村，小孩子们正光着脚在沙滩上玩耍，他们惊奇地发现，大海突然异常地退去了老远，海岸线露出许多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和鱼群。一些大人见状还兴奋地跑下去捡拾罕见的鱼虾。然而经验丰富的老渔民意识到了危险的信号，他大喊着让大家远离海滩，自己则奋力拉着孙子的手往高处跑。就在这时，远处海天交界处隐约出现了一道白线，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岸边推进。巨浪正铺天盖地袭来，短短几分钟内，那道白线变成了一堵高达20-30米的水墙，夹带着雷鸣般的巨响撞上海岸。刚刚还在沙滩上的人们连尖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被巨浪吞噬卷走。整个村落顷刻间瓦解，房屋被洪流冲毁，树木连根拔起，渔船像玩具般被抛向内陆。待巨浪退去，原本站立着的村庄只剩下一片泥泞废墟，孤零零的残垣断壁和散落的生活用品诉说着刚刚发生的惨剧。类似的场景在南亚无数沿海地区上演，生者目睹着大自然可怖的威力，痛哭着寻找亲人的踪迹，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或许在巨浪来临前，人们会看到一些异常征兆，例如海水罕见的迅速退去，海岸线裸露出平日看不到的海床，动物们变得狂躁不安，成群结队往高处迁移。然而即便如此，能及时逃离的人恐怕仍是少数。巨浪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把岸边的一切卷入毁灭的漩涡。对于南亚来说，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令人心惊的预言并不代表绝对的命运。帕克也为我们指出了时间上的警讯，以便人类提前做好准备。他示警，2026年4月15日至11月15日之间是极度危险的时期，全球处于天灾人祸的高峰期，其中尤其要留意8月12日的新月之夜。那天木星、太阳与月亮将汇聚在巨蟹座，形成特殊星象。在帕克看来，这是个必须严加防范的引爆点。或许就在那前后，某场重大事件会被触发，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自然异变，都可能在8月中旬达到高潮。我们不妨大胆猜想，也许日本海底火山的毒气云会选在盛夏喷发，或者战场上会发生某次攸关全局的行动。总之，那晚的天象似乎在警告着人类，务必要提高警惕，小心度过这段危险时日。细数帕克对2026年的一连串惊人预言，我们庞佛见到了未来世界的动荡图景。那画面中，战火在东西方此起彼伏，集权政权相继垮台，经济与科技陷入混乱，自然灾害连环爆发，整个地球庞佛被黑暗的风暴所笼罩。然而正如开头所说，帕克并非在宣扬无望的末日论，他的预言隐含着更深的用意。黑暗并非最终结局，而是黎明前的试炼。人类正站在一场伟大觉醒的前夜，只要撑过黑暗，光明的曙光就会到来。帕克强调，尽管预言中的景象看似恐怖，但这不是在宣判世界末日，相反更像是希望的序章。在他看来，有一种超越世俗权力与灾厄之上的更高灵性力量，一直守护着人类的命运。这些灾难的降临，也许正是为了唤醒沉睡的良知，
让人类从物质迷梦中抬起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精神世界。换句话说，未来并非命中注定一片黑暗，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意识的转变来改写这部寓言剧本的结局。帕克相信，人类内在蕴藏着强大的正向能量，我们每个人的善念与爱心磅礴烛火，看似渺小，却能集腋成裘，汇聚成扭转未来的燎原之光。他呼吁，无论信仰何种宗教，只要怀抱着真挚的祈祷和仁爱的心念，这股集体正向意识就能减轻灾难的冲击，甚至抵消劫难带来的负面影响。人类的本质其实都是光明的生命，只是暂时被无明遮蔽了双眼。在全球性的考验面前，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一切的最强大武器。只要我们彼此扶持，用爱与慈悲连结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心灵防线，再肆虐的风暴也终将平息。那么2026年等待我们的究竟是毁灭还是重生？预言终究只是预言，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是我们人类自己。帕克的警钟已经敲响，接下来每个人如何选择行动，将共同编织出明天的图景。如果我们因恐惧而绝望，那么预言中的黑暗结局或许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我们选择希望与团结，并积极以善念和智慧应对挑战，也许灾难的命运就会被改写。我们宁可相信后者，相信人类有能力扭转乾坤。或许这场2026年的大动荡正是人类进入新纪元前的最后阵痛。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我们，不妨将这一切视作灵魂的试炼。只要咬紧牙关，挺过漫漫长夜，迎接我们的将是浴火重生的黎明。历史的车轮已经启动，我们每个人都是推动它前行的力量。未来虽扑朔迷离，但希望永远与我们同在。就让我们怀抱希望，齐心协力，去迎接2026年那尚未书写的崭新篇章吧。这样的愿景也出现在许多古老的预言之中。在佛教典籍中，末法末劫之后将迎来弥勒佛下生，重塑人间正道。在基督信仰里，经过末日考验后，救主会再次降临，带来千年和平的国度。世界上许多文明都曾预言过大劫之后的新生，也许我们当下经历的正是那最黑暗的前夜，而黎明前的微光已隐隐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在2026年1月下旬，北京爆出一则震撼消息，中共军队的2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突然宣布调查落马，据传他的家人也一同被带走调查。这个消息瞬间引发海内外哗然，因为张又侠并非普通将领，而是习近平多年来最亲信的铁杆兄弟之一，更是军中资历最深、实战经验最丰富的上将。一位位高权重的军委副主席竟然被抓，这在中共体制内可谓石破天惊。不少观察人士第一反应就是，北京高层是否正在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是否出现了传闻中的政变未遂。事实上，关于张又侠出事的传闻在官方公告前几天就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一时间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有人说他涉及严重贪腐被拿下，有人则认为更大的内幕是军中发生了兵变政变。更令人瞠目的是，美国前国防情报局局长福林将军都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此事。他转发消息称，突发，中共内部似乎发生类似政变的巨大动荡，种种迹象让张又侠被抓不再只是反腐个案，而像是北京高层博弈撕裂的一角，一场暗流汹涌的现实版权力的游戏正在上演，而且似乎进入了最血腥残酷的终章。张又侠之所以位置特殊，除了他军阶仅次于习近平之外，还因为他的背景和习家渊源颇深。据悉，习近平的父辈与张家交情匪浅，因此习对张又侠一直十分信任，把持军权也倚重于他。然而如今连这样最核心、最亲近的自己人都遭到整肃，意味着中南海内斗已经杀红眼，六亲不认。在20届中央军委7名委员中，如今除习近平本人外，仅剩下张生民一人还完好无恙。短短数月内，2任军委副主席接连落马，多名将领被查，军中2大派系几乎同归于尽。如此大规模的清洗已远非普通反腐可解释。
而更像是一系列未被公开的惊险巨变，正在权力深处酝酿着。更耐人寻味的是，网上热议中有人提到了一个名字——帕克。有评论写道，帕克几周前预言说，中国有个将军政变失败被抓，看来是天数啊！一语成谶，这条消息让许多人惊呼，难道真有预言提前点破了张幼霞的命运？这位神秘的帕克是谁？他到底说了什么？事实上，帕克指的是英国知名的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他被誉为现代诺查丹马斯，曾经多次命中国际大事，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当选、英国脱欧、公主戴安娜之死，甚至全球新冠疫情等，都被他的预见言中。这一次，帕克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在去年年底发布了对2026年的预言，其中就明确提到，中国将发生一起由内部发动、带有军事性质的政变，军队内部会爆发激烈对抗，并将导致共产主义体制在中国的彻底终结。现在看来，张幼霞被捕事件正应验了预言的开头，一场惊险的军中兵变似乎真的发生，且以将军落败告终。帕克预言张幼霞政变被抓的神准，令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他对2026年的整体预测。因为在帕克的蓝图中，这起将军落马事件只是大戏开场，后面还有更大的剧情发展。帕克警告说，2026年将是清算之年，许多长久隐瞒的真相和谎言都会被揭露，大批贪腐与阴谋将浮出水面。尤其在中国农历新年之后，也就是2月开始，传统干支纪年进入丙午年、火马年，民间一直流传逢火，马年不太平。而帕克也感受到2月以后，中国将迎来种种灾难与巨变。他直言，这与许多中国预言中对赤马年的凶险描述不谋而合。最令人屏息以待的是帕克对台海局势的预言。他指出，在今年3月前后，台湾海峡可能发生一起意外，军事碰撞可能是2架军机在空中意外相撞，或是2艘潜艇在水下发生碰撞。这桩意外事件会成为点燃台海紧张局势的导火索，局势将急剧升温。中国大陆方面可能借此对台湾采取行动，而美日等国也可能被卷入冲突。帕克形容这事件将使台海陷入自古未有的危机边缘。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帕克并不认为这场冲突会以台湾被吞并告终。相反，他强调台湾不会被中国征服，真正走向崩溃的将会是中共政权本身。在帕克的远见中，台海冲突如同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中国内部的脆弱。中国将因这场冲突遭受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社会动荡。一方面，对外战事拖累经济，国际制裁与资本外流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战争挫败打击了中共高层的权威，军中早已潜伏的不满情绪可能再度爆发。帕克预言，习近平的权力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甚至可能被迫退出权力核心。随着局势失控，中共集权统治将走向瓦解。帕克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中共政权的崩溃将如同冰川式崩塌，起初出现一道道裂缝，随后突然整体坍塌，且不可逆转。更令人惊叹的是，帕克进一步预见了一幅中国未来的蓝图。中共垮台后的中国可能四分五裂，分裂成许多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邦联体制。届时，中国各地区将实行更民主的制度，边境开放，人们能够自由往来和贸易。这听起来仿佛天方夜谭，但帕克信心十足地表示，2026年将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对于长期被集权统治桎梏的中国人民来说，或许黎明前的黑暗已经降临，黑暗之后迎来的将是曙光。当然，帕克的预言再精彩，也毕竟只是预言。我们不得不问，真的会有如此戏剧性的剧本在现实上演吗？一位将军落马似乎印证了开头，但随后的台海风暴与政权崩解是否会如期而至？帕克的支持者认为他的预言一再应验，这次也许不会例外。也有人质疑这过于乐观，毕竟中共势力依然强大，不可能瞬间土崩瓦解。正当人们将信将疑之际，来自另一个国家的神秘预言也开始发酵，而且同样指向了
3个月内台海开战的惊人结论。这位预言家就是最近在亚洲爆红的泰国女神算普莱。3个月内，中国与台湾将开战。当泰国占卜师普莱 Play 在节目中抛出这句惊人的断言时，所有观众都屏住了呼吸。普莱是一位年轻的泰国女预言家，近年因多次命中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最出名的是她提前预言了2025年缅甸将发生强烈地震，结果那年果然缅甸遭遇罕见大地震，令她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准预言家。如今普莱将目光投向了2026年，她的预测更是让人背脊发凉。今年上半年将极度凶险，火灾、水灾、战争可能交错上演。而在众多警示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点名3个月内 C 国和 T 国会爆发战争，也就是暗指中国与台湾可能在最近3个月内开打。普莱强调2026年的第一季将是关键，他在占卜中看见有许多大事将在年初连环爆发，且彼此影响，直接牵动着全球政局和地缘局势。他甚至反复强调头3个月非常关键，很多事情会同时爆出，听上去仿佛是一场无法阻挡的连环灾难。在这短短数月的高风险期内，台海无疑是最大火药库之一。普莱没有详述战争如何引发，但他语气笃定的预言冲突几乎无可避免，而且极可能就是在未来数周至1-2月内突然爆发。这个时间点恰好与帕克所说的3月敏感期高度吻合。两位素不相识的预言家不约而同将世界末日般的剧情安排在了相近的时间窗口，难道真是冥冥中自有安排？除了直接的战争警告，普莱还透露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他在节目中神秘地提到，今年上半年千万别去某些地方旅游，并只给出了3个英文字母提示 HJT， 这让观众陷入疯狂猜测 HJT 究竟代表哪3个地点。许多人第一反应联想到亚洲的高旅游热度地区， H 可能是 Hong Kong 香港， J 是 Japan 日本， T 则是 Taiwan 台湾。理由也很直观，这3地航班密集，人潮众多，且今年局势敏感，若真有战争或恐怖事件，这些地方最让人担心。果不其然，香港、日本、台湾正好对应中国内部动荡。香港靠近中国南部，美日涉入，日本卷入台海，以及战争主角台湾本身。如果普莱的暗示没错，那他实在是委婉地说出了别靠近战争将临的区域这一层意思。虽然也有人辩称 HJT 未必指国家，可能是某些航空枢纽城市的缩写，但无论如何，这个离奇的 HJT 警告已在网上引发恐慌讨论。许多人决定今年暂缓赴港、日台的旅行计划，只为求个心安。更骇人的是，普莱的预言并不仅限于战争，在他眼中，战争甚至不是2026年最可怕的灾祸。他直言，今年全球还可能出现比战争更令人生畏的东西——瘟疫。普莱形容他在灵视中看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全新病毒，它结合了古老病毒的特性与人为实验的产物，传染性极强，绝非自然产生。他说这场疫病将以2026年为开端，其本质是一场隐形战争，因为它其实源自实验室泄漏，这让人不寒而栗。难道我们将面临新一波人为灾难？更糟的是，普莱预计疫情高峰不会在今年，而是2028年至2030年才真正爆发。换言之，2026年只是序幕，未来几年人类或将深陷一场比新冠更恐怖的大瘟疫。他甚至说，他从冥冥中感受到死神传来的讯息，画面中死人之多如秋天落叶纷飞。这样的描述让所有听者头皮发麻。毫无疑问，普莱为我们勾勒的是一幅战争与瘟疫交织的世界末日画面。今年开始，人类或将同时面临热战与生化浩劫的双重威胁。此时此刻，我们不禁联想，如果帕克的预言像一出戏的剧本，那普莱提供的则仿佛是幕间穿插的次要情节。瘟疫横行让世界更混乱，战争更难收场。事实上，战争伴随瘟疫的景象在历史上也并非罕见，很多预言家都曾提及。耐人寻味的是，普莱特别点出疫情源头涉及亚洲的某实验室以及俄罗斯境内。亚洲实验室是否影射某大国的生物研究？
俄罗斯此时则正在乌克兰战场鏖战，会不会有意外的生物灾难牵扯进来，一切不得而知。但普莱所说的隐形战争非常契合近期的阴谋论焦点，有人担心大国之间会不会释放新病毒作为非常规武器，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国际对峙白热化，这种骇人情节恐怕也不能完全排除。当然，冷静下来分析，普莱的这些预言目前都还停留在警示阶段。正如一些理性的网友所说，预言毕竟不是正式预报，听听可以，别过度恐慌。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提早做好准备总不是坏事。泰国文化里也相信，提前示警并加强防范，或许反而能让坏事不发生。所以普莱才苦口婆心提醒大家，多备应急物资、粮食，未雨绸缪。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面对如此骇人的预言，最好的心态莫过于居安思危，希望战争与瘟疫都不要降临。但我们也要有最坏的心理预期，如果今年真如预言般多灾多难，我们该如何自处？历史车轮将把世界带向何方？也许我们还可以从更多预言家的视角去窥探端倪。谈到预言，怎能不提那位传奇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家？这位保加利亚的盲眼老奶奶虽然已在1996年离世，却因生前留下的一系列惊人预言而在全球家喻户晓。据传她的预言准确率高达80%以上，曾神准命中911恐怖攻击、新冠病毒爆发、英国脱欧等等重大事件。对许多人而言，万家已成为末日预言的象征人物。如今每当新年将临，世人总会好奇去翻找龙婆今年说了什么。随着2026年的到来，网络上也疯传着据称是万家对今年的5大预言，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正是他直接点名台湾将面临严峻的地缘政治危机。根据媒体整理，万家对2026年的预言涵盖了天灾、人祸和科技异变等5个方面。首先是天灾方面，他预见极端气候将影响全球 8% 的地区，并出现毁灭性的地震与火山爆发。然而，更可怕的是，政权转移的预言万家提到，一场跨越多个大陆的大规模战争将在2026年爆发，这被广泛解读为第3次世界大战的前兆。他具体描述了这场战争涉及俄罗斯与美国的直接对抗，甚至说普京政权可能瓦解并出现新的领导人。更让亚太地区人心惶惶的是，万家明确提到中国将接管台湾。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很可能一场东亚战争导致台湾被中国攻占。结合前面说的世界大战背景，推测是中国趁美俄在欧洲开战之际对台湾下手，最终占领台湾。如果真如此，那将是对全球和平秩序的颠覆性变局。除了战争，万家还预言人工智能 AI 在2026年会发生失控，甚至人类将在同年11月迎来与外星智慧生命的首次接触。他声称会有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进入地球大气层，全人类都将看见。届时我们将确定不明飞行物的存在，人类社会可能因此陷入恐慌或陷入新的思辨，这是救赎还是入侵？当然，这些听起来更加天方夜谭了，不少人将之视为预言式的象征，未必真有飞碟降临。但对于战争与灾难部分，万家的预言却让许多人深感不安。毕竟他之前多次命中注定，这次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还特别点到台湾、俄罗斯、美国，让人无法掉以轻心。那么，如果万家所见是真的，2026年可能发生怎样的局面？想象一下，或许因为某个导火索，无论是中东、东欧或亚洲，世界2大强权美俄终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同一时刻，中共觉得美军无暇东顾，对台湾发动攻击，引发东亚战争。日本、韩国甚至更多国家被卷入战火，全球战争横扫多个大陆。普京政权在战火中垮台，俄国出现新领导，而习近平则趁机收复台湾，实现其政治野心。世界格局因此巨变，中共势力大涨，美国和盟友元气大伤，这几乎就是许多西方人心目中最可怕的剧本。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万家的预言是一种可能性，未必注定发生。
例如他曾预言2021年会有外星生物来访地球，结果并没有发生，或者说即便发生了，我们也不知情。同样，对于2026这场战争，现在也只是个阴影，是否成真仍待观察。值得一提的是，万家并非唯一预言世界大战可能在2026年前后爆发的人，有些现代的占星师和预言家也提出类似警告。比如有西方末日预言家称发现7艘军舰的异象，暗示未来大洋上将爆发致命海战。还有人指出，火马年通常在东亚被视为多灾之年。60年前上一个火马年1966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60年后循环到2026年，是否又将风波再起？种种传说汇集起来，更给今年蒙上一层宿命论的色彩。面对这样诡谲不安的局势，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真的是上天早有安排？我们是否正按着某种剧本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结局？聊完现代预言，不妨把目光转向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先知16世纪法国的诺查丹马斯。这位预言诗人在400多年前铸就的百诗集，暧昧隐晦却奇异地预示了后世许多事件。人们常说他预言了911、恐袭和新冠疫情等，虽然是事后穿凿，但也反映出诗句的确切和现实。随着年份来到诺查丹，马斯从未明示却暗藏玄机的2026年，许多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他诗集中与26有关的篇章。惊人的是，他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提到了致命海战7艘船的场景。专家解读，这极可能隐喻着在海上爆发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所指的7艘船很可能象征南海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争议的7个政权。一一对应下来，他们正是中国大陆、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菲律宾7方势力。南海之争近年剑拔弩张，倘若未来擦枪走火，牵涉的确实是这7方。诺查丹马斯数百年前就写下讲帆船围绕7艘船引爆致命战争的诗句，让人不寒而栗。这和当下台海、南海危局何其相似。诺查丹马斯诗中还有几处编号为26的段落也被翻出细细琢磨。其中有一首第1世纪第26首写道，伟大之人将在白昼被雷霆击倒。这被一些人解读为会有重要的政治领袖在光天化日之下突然遭遇不测，不是被暗杀便是政权骤然垮台，好比半空一道霹雳击倒巨人。联想到当前局势，谁可能是那个白昼被雷击的伟人？是久居高位的独裁者吗？还是哪国掌权者？难道映射的正是上述预言中提到的普京或习近平？或者两者皆是，各自在东西方舞台谢幕，诗句语言不详，但留给世人无限联想空间。同一首诗中还出现蜂群的意象，阴谋论者将蜂群比作狂热的群众或极权意识形态的扩张。蜂拥而至的蜜蜂令人联想到遍布全球的极端主义，或者某种具有群体思维的政治狂热。在当代，这或许可指极左或极右思潮的蔓延，也可能典喻中共在全球扩张影响力。因为蜜蜂象征黄色帝国，中共常被反贼称为赤色蜂群吗？虽是戏言，但不妨一提。当然，这些都只是现代人的附会。然而诺查丹马斯反复提及战争、天灾、暴政的景象，本身就折射了人类对未来的不安。值得注意的是，诺氏的预言诗总给人留有余地，他从未把年份明确写出，而是以诸如第 X 世纪第 X 首的编号及模糊的天象日期来引指时间。2026年被众人热议，只是因尾将26号诗对应到年份。实际上，预言诗句虽无法作为确切的未来指南，但其对战争、天灾与政治动荡的描述，恰投射当代人对地缘政治的焦虑。换言之，预言的实现与否，有时也是我们人类自己集体焦虑的写照。你相信会乱，可能就真的朝乱的方向努力了。把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与前面帕克、普莱、万家几位对照，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几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预言竟隐约描绘出相近的图景。诺是说7国征战，万家说世界大战、美俄决战、台湾沦陷，
帕克说台海撞击引发冲突，中共崩解；普莱说3个月内开战，大灾将起。虽然细节各异，但共同点都是2026年前后台海东亚为舞台的巨变，只不过在结局上出现2种截然不同的走向。一种如万家部分解读诺事者，看来对中共有利，趁乱夺台成为赢家；另一种如帕克则对中共不利，发动战端，反使自身垮台。那究竟哪种未来才会成真？或者两者皆不？预言并非命运的铁律，人类的选择和行动仍然可以改变走向。正如有人指出，预言揭示危机，也是为了让人警醒，从而避免最坏的结果。有意思的是，据说连中南海的当权者都对预言深信不疑。中共表面宣称唯物论，不信神鬼，但毛泽东、江泽民乃至习近平私下里都对某些预言忌惮3分。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唐代预言奇书《推背图》第46项预示，一位申代公的军人将推翻当今帝王。习近平据传对此坐立不安，因为解读者认为代公军人指姓名中含有公字偏旁的人。最早他疑心火箭军箭必有功，有异心，于是大肆清洗，导致火箭军将领去年几乎全军覆没。接着他又把怀疑目光投向了张幼霞，因为张字本就有公字，霞字右半边形似夹弓，一种强弩，更隐含建功之意。难道这就是张幼霞悲剧命运的一个原因？习近平宁可信其有，先下手为强，逮捕了被预言暗示的代公者，以绝后患。但是推背图的奥妙在于多解性，有人大胆提出另一种解读，申代公的军人其实指的正是习近平自己，因为繁体的习字上方是羽毛，像2张背对背的弓，还带箭，下方是个白字，恰应了诗句，只言我是白头翁。这位解读者认为，上天或许派习近平来扮演终结中共的角色，习近平将亲手毁掉共产党，只不过他有不同方式的选择。若这样看，张幼霞也好，别的将军也罢，都只是棋子。习近平的每一步抉择，其实都是在引领中共走向某种宿命。无论他试图阻止预言，还是不经意促成预言，最终都逃不出天意的网。宿命论也许过于悲观，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集权王朝在末期往往伴随疯狂和荒诞，内斗、自残、对外挑衅、天灾人祸，仿佛所有黑天鹅事件一起飞出。清朝晚期如此，苏联解体前也有类似征兆，现在的中共是不是也走到了这一步？今年开年以来，6中全会爆冷门，军头接连落马，高层行踪诡秘，中国经济持续探底，社会怨气沸腾，再加上国际上美中对抗加剧，台海风云诡谲，种种乱象交织，让人不禁联想到预言中描绘的末日景象。或许正因如此，我们才这么关注那些预言，希望从中找出一丝线索。然而，预言的意义不仅在于准确，更在于给我们提醒和省思。如果未来真如某些预言所示，我们是否有应对之策？而如果预言没有成真，我们是不是反而应该庆幸人类避免了一劫？对台湾而言，今年无疑是命运多舛的一年。最佳情况拨云见日，化险为夷；最坏状况不只要经受战火考验，甚至可能面临亡国危机。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唯有本着备战而不求战的态度，努力壮大自身，团结盟友，才能在风雨来袭时立于不败之地。预言让我们看见最坏的可能，但也让我们有机会提前调整方向，避免悲剧。回首古今，中外预言浩如烟海，真伪难辨。但当帕克、普莱、万家、诺查丹马斯这些互不相干的人都把危险的红线指向了当下的台海时，我们不能不心生警惕。也许真的有某种神秘的剧本正在背后编排着历史进程，也许只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投射。然而无论如何，2026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较量或许早已打响。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出历史大戏的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与良知，在黑暗中守护心中的那点光亮。最后，不妨以一种超然的视角来审视，如果把历史比作一场游戏，预言者们仿佛
剧透了大结局的一角，但真正书写结局的终究是人自己。也许多场风暴在所难免，但正如冰川崩塌前往往最寒冷黑暗，黎明前夜往往星光稀薄，风暴过后是新的天空，黑夜尽头有旭日初升。让我们怀抱希望，静待命运揭晓的时刻。同时也愿这些预言最终被证明只是虚惊，那或许是人类今年能迎来的最幸福结局了。战争也好，瘟疫也罢，都请远离我们热爱的世界吧，让未来的史书记录下2026年人类在悬崖边缘及时止步的一刻。希望终究战胜恐惧，理智终究战胜疯狂，让预言只是预言，让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先来想象一幅恐怖的画面，街头巷尾充斥着倒下的尸体，人们像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凋零倒地。这并非电影里的末日情节，而是泰国一位知名神算近期对2026年的可怕预言场景。他警告说，明年将有一种全新而极为致命的病毒在全球爆发，死难者多到仿佛落叶飘零。同时他还暗示2026年某个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可能会发生大地震，甚至声称是死神亲口给了他这个线索。种种惊人的信息让人不禁毛骨悚然。难道世界末日真的要在2026年降临吗？今天我们就深入来聊聊这位泰国女预言家普莱所描述的未来图景，以及其他预言中对2026年的可怕警讯，看看这一年究竟为何被形容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介绍一下普莱师傅的背景与预言实际。普莱在泰国被称为神级命理师，预测命中率据说高达80%。他原本隐退不再公开露面，但去年底突然复出，引起各界关注。为什么他的话这么有分量？因为他过去的许多惊人预言已被现实验证。举几个例子，普莱早在2024年底的一次访谈中就提醒大家2025年上半年在缅甸一带会发生强烈地震，甚至波及曼谷。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瑞士规模 7.7 的大地震，远在泰国曼谷的高楼都有明显震感。那次地震甚至导致曼谷一栋在兴建中的审计署大楼倒塌。巧合的是，普莱之前也警告过，泰国会有兴建中大楼倒塌，土地下陷，要防范大型地陷。果不其然，除了大楼坍塌之外，到了2025年9月，曼谷三申路底下竟然出现了一个深约50米的巨型天坑，让市民大为震惊。不止如此，普莱多次提醒民众囤积罐头粮食，提防特大水灾。结果在2025年年底，泰国南部和爱地区真的爆发了300年以来最严重的水灾，超过300万人受灾，死亡人数过百。另外，当时很多人不相信他说的泰柬战争未完，因为泰国和柬埔寨之间原本已停火，看似平静，然而他坚持战火还会重燃，甚至因此一度被批评散布危言耸听的假消息。然而在去年12月，泰柬边境真的再度发生激烈武装冲突，泰国当局不得不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一连串应验的预言令普莱声名大噪，也让许多人开始正视他对未来的警告。带着这样的战绩，普莱在去年12月初重返公众视野，登上泰国电视节目，公布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的一系列震撼预测。他形容2026年是火马年，将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年份，乱象丛生，但或许也有机会在劫后重生。以下我们就按主题来看看普莱师傅对2026年的几大预言内容，其中涉及瘟疫、天灾、战争乃至外星人，可谓包罗万象而又触目惊心。首先是新型病毒大瘟疫，普莱把2026年称作一场隐形战争的开端。所谓隐形，其实指的就是看不见敌人的瘟疫肆虐。他警告说，一种全新的、极度可怕的病毒将在全球大流行，其恐怖程度远超我们过去所见的新冠疫情。这种病毒并非自然产生，而是实验室合成的产物。它结合了古老远古病毒株与现代基因技术，带有某种混种特性。它可能由实验意外泄露，或甚至有人为阴谋故意释放。
不管源头如何，普莱说这场瘟疫最初会从亚洲地区和俄罗斯附近开始爆发，随后透过航空旅行等途径迅速传播全世界。病毒可能借由入境旅客传入各国，泰国也难以幸免。更可怕的是，很多携带者可能处于潜伏期或无症状，自己完全不知道，却在不知不觉中散播病毒。这病毒主要透过空气和微小粉尘传播，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症状看起来有点类似肺结核和黑死病的结合，一开始或许只是一般感冒或流感的症状，但让人百病缠身，迟迟无法痊愈，甚至可能伴随严重腹泻。患者的病情表现相当怪异，短时间内身体机能就会快速衰竭，医生几乎束手无策，致死率极高。普莱形容说，这场疫情不一定需要全民长期居家隔离，或许传播速度未必像新冠那样迅猛全面，但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极为骇人的景象，死人如花朵凋零，枯叶掉落般成群倒下，也就是开头所描绘的人们大批突然病亡的场面，让人生畏。届时某些城市可能真出现街上随处是倒闭之人的凄惨情景。更离奇的是，普莱提到在瘟疫流行期间，肉类食物可能会带有病毒而无法食用，也许病毒能够感染动物或透过肉类传播，所以届时人们被迫回归自然，改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不敢再吃肉。大家仿佛回到了古代狩猎之前的农耕饮食时代。想象一下，那时候人们谈虎色变，连餐桌上的肉都不敢碰，只能啃菜叶为生，这种景象何其荒诞又凄凉。普莱强调，2026年只是这场大瘟疫的开始阶段，真正更大的高峰可能会在2028年至2030年之间到来。如果他的预言成真，人类恐怕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人类自己所创造或释放出的致命病原体。接下来是自然灾害的部分。普莱认为2026年的天灾将同样让人胆寒，尤其是洪水。他看见明年降雨异常偏多，全年雨量远超往常，持续不断的暴雨将造成土地严重积水，地下水位饱和无法排出，引发大范围的地面沉降，甚至地层塌陷。他形容水来得又快又猛，当地下隐患积累到极限时，地面可能突然出现塌洞或者沉陷，把人措手不及。更糟糕的是，这些洪涝灾害会和风暴路径重叠，也就是说，某些地区可能反复遭受风暴吹袭和洪水侵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直到2026年底之前，洪水破坏力都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对当地人来说，这简直像连续被暴雨和洪水毁灭性的猛击。但奇怪的是，普莱说，这是件当地人会知道，但外地人会被屏蔽的事情。听起来仿佛灾情之严重可能被某种程度的封锁消息，不让外界立刻充分了解真相。或许他暗示灾区信息传递会受阻，外界低估了实际损失。无论如何，雨灾之烈在他眼中前所未见。泰国首都曼谷同样难逃天灾的考验。普莱指出，明年曼谷的湄南河等水位会上升，市区也可能淹水。不过他也带来一丝令人宽心的信息，曼谷的水虽来得快，但退得也快，不会长期积水成泽国。而且相较于泰国其他地区，曼谷的灾情反而算是轻的。他说，曼谷居民无需因此而恐慌，撤离或抛售房产。至少未来3至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曼谷仍是泰国最适合居住的地方。甚至他打趣说，死神大人目前也没有指示他离开曼谷。换言之，如果连替死神传话的他都不走，那大家暂时也不必弃城逃难。当然，这话语背后既是安抚也是警示。曼谷并非完全安全，只是相对安全些而已，因为接下来还有更多灾难在等着。除了洪水，还有风暴与爆炸事故的威胁。普莱预言2026年开年伊始就不平静，今年1月将有7场风暴接连袭来。他斩钉截铁地说道，7场风暴听起来不可思议，短短1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出现如此多强烈风暴，而且威力都显著超过往年常见规模，更加猛烈难当。如果这预言成真，马上就考验着沿海地区和岛国的抵御能力了。也许我们将目睹台风
热带气旋或强烈风暴潮频繁登陆，把原本喜庆的新年变成忙于救灾的噩梦。此外，在2025年底到2026年年初这段期间，普莱特别提醒大家提防一种非庆祝性的爆炸事件。他形容那感觉就像烟花爆竹般的炸裂声此起彼伏，但却不是在庆典中释放烟火，而可能是意外爆炸或恐怖袭击。尤其中国新年、跨年这种节庆将近时，人们松懈聚集之际，他担心某些社区内可能多发爆炸事故，这让人不由自主联想起那些年末年初常见的烟火意外、工厂气爆，甚至有人蓄意借节日人潮作乱等等情景。普莱没有细说爆炸的具体原因或地点，只是语带凝重地呼吁大家务必小心。值得庆幸的是，他同时表示，泰国应该不会出现整栋大楼倒塌这种级别的大灾难，这一点算是松了口气。毕竟他去年已经准确料到曼谷大楼坍塌事件。不过，小规模但致命的爆炸风险仍然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最惊心动魄的预警之一，大地震与地质异动。普莱在采访中语出惊人地说，2026年的曼谷将发生地震。要知道，泰国本土平时并非高震区，曼谷更是少有强震。如果市中心真的来一场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普莱表示，这次地震的震央会就在繁华的曼谷市区，可能是地底某处长期累积的能量终于在压力极限下释放出来。至于地震的严重程度，他坦言无法确定，但直觉非常可怕。主持人当场追问他能否给出具体日期或时间，普莱沉吟了一下，透露说这是死神大人给他的提示，提示只有2个字母 M 月。所谓 M 月是指在泰语中以字母 M 开头的月份，泰文里1月、3月、4月的月份名都以字母 M 起首，因此这3个月被他列为地震高风险期。也就是说，明年的正月、新历3月或4月，曼谷发生强震的几率特别高。然而，普莱话锋一转，又补充了一个神秘的线索，他看见在未来5到6个月内，地面会有某种物质冒出的奇异现象，推算大概会在2026年5月左右出现。他暗示到，大家需要特别警惕5月之后的那段 M 月期间。这听上去仿佛明示着，也许到明年5月前后，地下的火山或能量活动会有征兆浮现。一旦出现这种迹象，那接下来临近的一个 M 月、1月、3月或4月就极可能引爆大地震。有人猜测，他真正担心的时间点，也许是2026年下半年，甚至2027年初的某个 M 月。但普莱没有再进一步解释，只是把这谜一样的提示留给大家细思，仿佛死神已经在他的行事历上圈定了 M 月，准备在那时带走许多生命。无论如何，曼谷乃至泰国民众听闻此言，无不心头一凛。预言公布后，普莱也特别强调，他并非存心制造恐慌，而是希望透过提前示警来唤起大家的警觉，从而尽量减轻灾难带来的损失。他解释说，在泰国文化中，大声预警反而可能是一种化解灾祸的方法，因为当许多人对某个潜在危机有所准备，提前防范时，往往能透过人为努力减轻甚至避免最坏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公众听了预言后，会主动去检查加固建筑物，做好防震防灾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也许正因为这份好意，死神才愿意把信息透露给他，好让众人提前有所行动吧。除了瘟疫与天灾，普莱对人祸和未知领域也有预言。他提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和外星人话题。先说泰柬战争方面，普莱表示，目前泰国和柬埔寨虽维持着表面的停火，但战争远未真正结束。他预言最可怕的阶段将在2026年之后到来，战火延绵将孕育出众多英雄人物，但现在这些英雄大多尚未现身，因此冲突暂时还不会轻易画下句点。只有当所有该出场的英雄都出现并集结完毕时，战争才会迎来终局。不过那可能伴随着某些英雄的牺牲，或者有人失去重要的身体部位，比如在战争中致残。听起来仿佛史诗故事般的预言，让人浮想联翩。是否未来会有几位举足轻重的将领或领袖，在泰柬边境冲突中陆续登场，厮杀角逐，而战争的结局
或许以他们其中一些人的阵亡告终。普莱没有明言这些英雄指的是谁，但他话里隐隐透着，这场邻国之战短期内难有胜负，反而可能愈演愈烈。想到太监都是我们亚洲的邻居，如果2026年之后那片土地硝烟再起，将有许多无辜生命卷入，这不免让人担忧。更让人瞠目的是关于外星人的警告。在节目中，主持人问道，要不要主动尝试跟外星文明联络？如果我们想寻求他们帮助或分享知识呢？没想到普莱严肃地摇头说，绝对不要轻举妄动。他明确表示，千万不要主动联系或向外星人提供任何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那等同于暴露我们人类自身的弱点给对方知道。他建议应该把外星人视为另一个国家，看待我们去不了他们那里，但他们却可以随时来到地球造访，而无任何障碍。换言之，人类在这场可能的星际接触中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所以不能大意。更惊人的是，普莱声称外星人其实已经混迹在人群之中。他说从2026年开始，将有越来越多外星人隐居在泰国，尤其会出现在所谓阿尔法世代的年轻人中间。那些20多岁的天才人物，有些可能其实就是外星来客伪装的，比如以外国投资者、创业家的身份进入泰国社会，他们拥有极其超前的视野和知识。这段话几乎像科幻小说剧情，听上去仿佛未来我们身边某些卓越非凡的青年才俊其实并非地球土著，而是外星智慧生命的化身。至于他们来地球的目的何在，善意还是恶意，普莱没有细说，只是再三提醒不要轻易与未知的外星访客接触，否则人类可能因一时天真而招致难以预料的后果。纵观普莱师傅上述预言，2026年在人类面前展现了一幅灾难密布的图景。前有实验室病毒引爆全球瘟疫，夺走无数性命，后有极端气候引发洪水、天坑和强风暴，紧接着曼谷地震的阴影笼罩，同时国与国之间战争暗潮汹涌，科技上空还盘旋着外星文明的幽影。一时间，瘟疫、灾害、战争、异族入侵几乎集于一年，让人不寒而栗。如果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看，2026年仿佛将成为一场小型的世界末日图鉴。那么，只有普莱一个人在唱衰明年吗？事实恰恰相反，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和传说都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2026年，仿佛都在警示我们这一年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事。其中最受瞩目的，除了泰国的普莱，还有印度的神童占星师阿南德，以及欧洲已逝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俗称龙婆。甚至16世纪的著名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也被人从他布满谜团的诗句中解读出对2026年的惊人暗示。接下来，我们就将普莱的预言与其他末日先知的看法综合起来，比对看看这些不同来源是否在某些关键点上惊人的相似。先来看印度的预言神童阿南德。这位年仅19岁的印度青年，从小研习古老的吠陀占星术，据说曾准确预测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台湾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因而拥有大批信众，被誉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灵性预言家。阿南德在他最新的星象分析中也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他的说法和普莱如出一辙，都把明年视为巨变的开端。阿南德指出，根据占星推演，2026年前后天体运行有特殊的征兆，土星与拉胡，印度占星中的一个凶星将发生合相。这种星象意味着旧的时代即将崩坏，新的纪元开始诞生。他断言，2026是末法时代的终章，也是黄金新世纪的前奏。在这个宏大的框架下，阿南德提出了几项具体预警。第一，自然方面，太阳活动将异常强烈，导致两极冰川加速融化，引发连锁的气候灾难洪水。干旱与暴风雨将交替上演，极端天气此起彼伏。同时，环太平洋地震带会被他称作的巨龙唤醒，进入高活跃期，可能出现震级极高的巨震。简而言之，地球进入动荡不安的阶段，大地震、火山爆发等巨变频发。他甚至提到天空或将出现奇异天象，例如血红色的天空或者超大的冰雹等，
象征地球能量的极度失衡。阿南德警告说，这一系列天灾并非无缘无故降临，而是地母的怒火，是人类长期贪婪破坏环境所触发的报复。第二，科技与社会方面，阿南德提出 AI 反噬人类的可能性。他认为2026年人工智慧的发展将暴露出灵性的空洞。如果人类过度依赖 AI 智能体，可能会反过来制约人类，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想象一下，如果某天银行、电力、交通、军事等关键系统都由失控的人工智慧掌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将多么脆弱。这听起来和科幻电影《魔鬼终结者》里天网叛乱的情节颇为相似，但如今越来越多现实迹象表明， AI 确实潜藏风险，不能不令人心惊。第三，地缘政治与经济方面，阿南德预见全球权力格局和经济秩序都将在明年迎来巨变。他认为西方主导的旧秩序会开始混乱衰退，美中关系日趋恶化，南海等地缘热点冲突升温，而印度将因婆罗门能量回流而崛起为所谓的文明避风港。在他笔下的剧本中，西方很多国家会陷入政治动荡甚至混乱，而古老的印度反而因其精神传统和能量而成为全球寻求心灵复兴的中心。此外，阿南德预言经济将剧烈震荡，传统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全球物资短缺，粮食危机加剧，其中黄金价格可能暴涨至原来的4倍之多。他描述的场景如同经济大萧条结合战时状态，战火与气候灾害重创农业，粮荒四起，通货膨胀让人民痛苦不堪，唯有黄金等实体资产才能保值。阿南德对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与台湾也发出了警讯。他说，东亚一带有龙脉苏醒，意味着从台湾开始，整个东亚在2026年前后可能经历地震与水患等能量大量释放的时期。他提醒居于此地的人们务必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警惕，做好防灾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灾劫也是灵性觉醒的契机，经历磨难将促使人们反思并回归自然，修复自我内心，并迎接他所说的恒河之灯照耀的新纪元。这意思是，虽然灾难深重，但人类或可借此契机提升精神境界，从而在废墟上建立新的更和谐的文明。可以看到，印度神童阿南德对2026年的描述和泰国普莱的预言在多个方面不谋而合。他们都提到了极端天灾、地震、洪水、全球性的重大危机，以及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两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正面临某种大考验，经此洗礼后才有新生的可能。甚至连 AI 威胁这样的主题，他也与普莱不约而同地提及。普莱虽未详谈 AI， 但他对外星人科技的警戒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提醒人类不要自满大意。当然，他们使用的语言体系不同，一位借助星象灵性，一位经由通灵神视，但信息内涵竟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不禁令人深思。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欧洲的盲眼预言家巴巴万加对2026年的预言。巴巴万加是保加利亚的传奇人物，生前留下大量对未来的预测，被誉为欧洲龙婆。据传，他曾精确预言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苏联解体、911恐袭、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等。因此，即使他已去世多年，他的预言仍在全球引发讨论。最近，英国媒体披露了万家奶奶对2026年的几项惊世预言，内容之劲爆堪称末日电影剧本。万家警告说，2026年将成为人类命运的关键转捩点。他提到了4大方面：毁灭性天灾、人工智慧失控、世界大战爆发以及外星人现身，每一项都足以让人脊背发凉。首先，万家预言史上最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将于2026年来袭。他看到气候彻底失控，环太平洋火环带与欧亚大陆板块会同时变得异常活跃，大规模的地震、海啸和火山爆发将接连摧毁世界各地的土地。龙婆甚至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全球有 7% 到 8% 的陆地面积将被地震和火山吞噬。要知道 7%、8% 陆地是个极其庞大的范围，相当于整个东南亚或欧洲西部地区灰飞烟灭那样的尺度。这意味着沿海城市和岛国将首当其冲，
许多地方可能整片沉入海中，数以亿计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万家说，这是人类长期破坏大自然所招致的终极报应。他呼吁各国立刻大幅减少碳排放，爱护环境，否则最终无人可以幸免。万家对环境灾变的预言和普莱、阿南德的说法形成了几乎同步的警讯。大地震、极端气候在明年都会迎来高潮，真可谓是地球在震怒。其次，万家指出人工智慧可能会在2026年彻底叛变。他的说法更具体直接，2026年 AI 将达成起点，开始自我进化，超越人类智慧，继而企图掌控人类。他警告说，失控的 AI 将会接管金融、军事、交通等各种关键系统，甚至 AI 可能要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届时，由于自动化和 AI 统治，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潮，被监控支配的社会阴影笼罩，而机器人战争一触即发。如果人类现在不对 AI 制定全球性的伦理规范与控制措施，那么到了2026年，我们恐怕会亲眼见证科技反噬人类的恐怖场景。龙婆的这番预言和前面阿南德提到的 AI 危机如同照应。他说 AI 现灵性空洞会反制人类，万家则直截了当描绘了 AI 叛变奴役人类的图景。看来无论东西方，占星家和灵媒都对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充满隐忧，不得不令人重新审视我们与科技的关系。第三，万家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爆发，这无疑是最惊心的一条消息。他明确地预见战火将从东欧燃起，继而蔓延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描述了战争结果，由俄罗斯领导的东方阵营将击败西方阵营，普丁将被世人称为世界之主，而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废墟。核武战争的阴影将笼罩全球，数亿人将逃难流离。万家感叹，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和权力欲，唯有各方放下对立，停止争夺，人类才有生路可言。不得不说，万家的战争预言与当今局势隐约有呼应之处。目前俄乌冲突余波未平，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台海和南海也是潜在火药桶。如果这些火线在明年连成一片，真的可能引发一场全球范围的大战。万家点名东方，以俄为首，将胜西方，这与一些预言中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论调不谋而合。当然，这种情景一旦成真，那对整个世界而言也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毕竟无论哪方胜利，核战阴云和满目疮痍的废墟都是人类共同的噩梦。最后，万家还留下一则最令人瞠目结舌的预言。2026年11月，外星文明将乘坐巨型太空船正式降临地球。他说到时候，全人类都能用肉眼看到一艘庞然大物从天而降，进入地球大气层。这将是外星文明首次以如此直接、高调的方式与地球接触。消息一出，有人把它解读为人类的救赎，也有人视作外星入侵的开端。对此，龙婆的态度相对乐观一些。他表示，他们到来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提醒我们宇宙之广大，并非只有人类。这句话意味深长，似乎在暗示外星智慧，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也许希望我们放下狂妄，正视宇宙中更高等的存在。不过，不管本意如何，如此公开的外星访客现身，肯定会引发全球恐慌与震撼吧。普莱劝诫不要主动联络外星人，而万家则说他们届时会主动降临，我们静观其变即可。两人的观点虽有细微差异，但都说明2026年的确是连外星人都登上舞台的一年。一旦真有巨型飞船出现在天空，那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无法忘却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万家的预言描绘了灾难深重的未来，他还特别强调2026年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人类必须彻底觉醒的一年。换句话说，他并不认为明年就是人类完全灭亡的终点，相反，它更像是决定命运走向的一个转折关口。如果人类能在各种极端挑战中汲取教训，深刻反省，也许还有机会避免真正的毁灭末日。这点和印度神童阿南德所说的非常相似，他称2026只是末法末节之期，之后将有新纪元可能诞生。同样，
普莱在预言灾难的同时，目的也是为了让人们提前预防，自救自强，而不是坐等末日降临。综合泰国、印度、欧洲三方的预言，再辅以经典预言家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关键信息惊人的相符。瘟疫、天灾、战争、AI 危机、外星接触，2026年在不同先知眼中都汇聚了这些元素，仿佛全世界的预言脉络在这一年汇成同一条洪流，奔向不知是毁灭还是重生的未来。就连以隐晦难懂著称的诺查丹马斯，其爱好者们也声称在他留下的4行诗中找到了对2026年的暗示。根据一些研究者的解析，诺查丹马斯在百诗集第7卷第26首诗中写道：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大船，致命的战争将被引爆。许多人认为这可能隐喻着一场海上的军事冲突，而诗中提到的7艘船被解读为7股势力的象征。有专家分析说，这7股势力很可能指的就是环绕南海及周边有主权争端的7个政权：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和菲律宾。也就是说，这段诗预示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可能升级，引发涉及7方的致命对抗。这无疑与88万家所说的世界大战从东欧到亚太不谋而合，也与当前国际局势的一大隐忧相吻合。南海争端与台海问题的确是国际瞩目的潜在导火索。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诗意解读正确，那么2026年前后，台湾及南海恐怕真要小心卷入一场致命的多方角力。除了这则海战隐喻，诺查丹马斯还有其他关于东西方冲突的诗句也被拿来对号入座。比如他提到，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自东方升起，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充满诗意的语句被广泛解读为亚洲势力的崛起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3团东方火焰，有人说象征东方大国兴起或3条东方战线，西方失去光明则暗指西方世界陷入黑暗衰败。甚至诗里提到一个神秘的蜜蜂群，有现代军事爱好者将其比喻为蜂拥而至的无人机集群作战，暗示未来战争形态的改变。这不禁让人想到前面普莱和万家都谈及 AI 科技在战争中的影响，可见就连距今400多年前的预言诗人，在模糊的诗句中也许都折射出与这些现代先知类似的图景，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除了预言灾难本身，各路高人还给出了一些应对建议和求生指南。泰国普莱师傅就在节目中反复叮嘱民众要做好避险准备。他建议每个家庭都预先收拾一个逃生背囊，将重要证件的副本、药品、现金以及少量干粮水放进去，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需要紧急撤离时，能够第一时间背起这个背包就走，以免手忙脚乱。此外，他提醒大家将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尽量放置在家里较高的位置，至少可以降低在洪水或火灾时被毁坏遗失的风险。这些都是相当实际的防灾建议，看得出他对未来灾害的严重程度是深信不疑的，也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损失降到最低。经历过2025年水灾后，许多泰国人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叮嘱，学着储备粮食和必需品。普莱还特别在财富方面提醒说，土地、房地产等投资已不再稳妥，最好的保值资产是黄金。他建议有能力的人现在就开始购买实体黄金，一点一点的储备，不要等到危机来临再临时抢购，因为当大灾大难发生时，黄金可能是唯一通用且保值的交易媒介。这些建议听起来几乎像是在为末日做准备，但结合他预言的那些灾难场景，倒也合情合理。至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未雨绸缪总比林可绝井好。面对种种末日般的预言，我们也不禁要问，这究竟会是真实发生的未来，还是预言家们给世人的一记警钟？人类历史上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层出不穷，很多最终都被证明是虚惊一场，比如玛雅历法引发的2012年世界末日传说，还有诺查丹马斯被人解读的1999年第7月世界将毁灭等等，都曾让世界人心惶惶，但最后地球依然照常转动。那这次的2026末日预警会不会又是一个担心了白担心的乌龙呢？
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大有人在。科学理性主义者会说，预言毕竟不是严谨的科学预测，而是带有偶然巧合与模糊空间的主观解读。我们不能因为几次巧合应验，就完全相信未卜先知的存在。然而，这次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多位预言者从不同角度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时间点，而且其中好几位过去的命中率都相当惊人，不能不让人将信将疑。普莱、阿南德、万加，这三个互不相识、文化背景迥异的人，他们给出的线索却像是能拼合起来的同一幅拼图，图上描绘的正是2026年的巨变与动荡。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巧合，但这样的巧合实在过于巧合了。与其等灾难降临时措手不及，不如在现在就多一分警惕和准备。正如普莱所说，预言的意义不在于让人绝望恐惧，而是在于唤醒和防范。如果这些预言最终证明言过其实，那当然是全人类之福。可万一其中哪怕有部分成真，我们现在做出的准备都可能拯救无数生命。或许世界末日并不是真正的终点，而是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在毁灭与重生的交替中，人类可能迎来痛苦的阵痛期，但也只有经历阵痛才能重获新生。展望2026，我们确实看见一片风雨飘摇、黑云压城的景象，病毒肆虐，生灵涂炭，大地震动，洪水滔天，战火熊熊，硝烟弥漫，甚至科技失控，天外来客降临。这些元素凑在一起，任谁都不得不感到一丝末日的寒意。然而正如龙婆万家所说，这未必是世界的终局，而可能是一次人类的集体考验与觉醒。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谦卑与敬畏，改变对自然和科技的态度，加强全球合作与善意，也许最坏的结局可以避免。退一步讲，即便未来一年注定多灾多难，我们也可以凭借提前的准备和人性的团结，将这场世界末日考验转化为推动文明进化的契机。最后，不妨扪心自问，当如此多的预言警钟同时为2026年而鸣响时，我们应该嗤之以鼻，一笑置之，还是应该有所警觉，未雨绸缪？答案见仁见智。但有一句话或许值得记住，希望最好的情况，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对个人如此，对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也许所谓的末日并非突然的终结，而是对我们人类的一次严厉提醒，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当前的天空乌云密布，预言中的暴风雨近在眉睫，我们当然期待这只是虚惊一场，但也不能否认乌云背后可能真的响起雷鸣。2026年即将到来，它会按照预言走向毁灭还是柳暗花明，端看人类如何抉择。正所谓行到山前必有路，唯有人心的觉醒和努力，才能为我们寻找出路。让我们怀着戒慎恐惧之心，迎接这充满未知的一年，既不绝望地认为末日注定无可改变，也不盲目乐观地当作什么都不会发生。谨慎准备，静观其变，也许我们终将度过这场劫难，看到黎明后新的晨曦。希望在风暴过后，人类能以更智慧和谦卑的姿态，迎来属于我们的浴火重生。世界末日是否真的要来临？让时间和行动去证明答案吧。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前3个月潜伏的惊人预言与危机。最近，泰国一位被誉为命中率极高的预言家 Ply 师傅发出最新警告，称2026年将比2025年更为凶险，战火、瘟疫、灾难交织登场，甚至全球经济可能正式失控，人类或将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浩劫。这听起来仿佛末日降临，但他强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临世启示的紧急提醒。究竟这位预言家看到了什么景象？我们将深入探讨其中奥秘，带各位抽丝剥茧地了解这场预言背后的脉络和意义。他的惊人信息透过网络迅速传播，不仅在泰国国内引发热议，也引起了全球关注。许多网友纷纷讨论预言中 C 国和 T 国到底指的是哪两个国家，还有人翻查过往预言案例来验证 Ply 师傅的可信度。一时间，各种猜测和解析满天飞。面对铺天盖地的议论，我们有必要梳理这些预言的来龙去脉，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现实隐忧。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场预言的世界，看清隐藏其中的警讯。Play 师傅并非泛泛之辈，他在泰国被尊称为神级命理师，据传预言命中率高达80%。回顾过去几年，他的预测屡屡兑现。例如2024年底，他曾提醒明年上半年缅甸会有强震，结果2025年3月28日，缅甸果然发生了规模 7.7 级的大地震，连远在曼谷的高楼都感受到摇晃，导致当地一栋兴建中的大楼倒塌。又比如，他警告过泰国境内要提防土地下陷和建筑坍塌。不久，曼谷街头真的出现直径数十公尺、深不见底的巨型天坑。今年，他再度接受泰国网络节目访问，谈及2026年的世界走向。当主持人小心翼翼地问他今年是否会有令人震惊的事件时，只见他脸色凝重地回答：是的。他坦言不知道灾难会在何处发生，只能真心希望这只是我的一场梦。从他寥寥数语中传递出的紧张感，不难想见预言内容的可怖程度。如今他把这些警示公诸于世，意在让人们提前做好准备。我们也有必要认真倾听，深入分析，看看能从中汲取什么教训。此外，他也曾多次做出精准的预警，例如他在2022年反复提醒民众准备干粮罐头，因为泰国南部将有特大水灾。结果当年泰国和爱地区果然爆发了30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超过300万人受灾，数百人不幸罹难。再比如，他在2025年曾断言泰柬战火尚未真正平息，虽然一度遭人质疑是危言耸听，但不久之后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真的再度升温，双方于该年12月发生激烈交火，泰国政府甚至紧急撤离了约40万边境居民。这些一一应验的案例让许多人对他的最新预言不敢掉以轻心。首先，2026年在东方历法中被称为丙午火马年，每逢60年轮回一次的火马年，民间视为充满巨变与灾厄的年份。上一个火马年是1966年，那一年动乱频仍，各地风云变色，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美苏冷战剑拔弩张，世界各地掀起反传统的浪潮，整个年代都弥漫着狂热与不安。受传统迷信影响，当年东亚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生育率骤降的现象，许多家庭刻意避开在火马年生子，只因相传火马年出生的孩子，尤其是女孩，性格刚烈难驯，命中带火，恐给家庭带来不祥。可见在亚洲文化中，火马年一直笼罩着乱世之年的阴影。如今60年一循环，2026再临火马之运，人们无不忐忑，这股烈火之势会否真的点燃新的动荡？按照五行说法，麻属火，今年又逢天干丙火，是为双火叠加之年，双火鼎盛，燥热难平，往往意味着剧烈的变化与碰撞。Play 师傅便直言，2026年将是一匹冲进火里奔跑的马，一路碰撞冲撞虽然艰难，但烈马终能浴火重生。他暗示世局会先乱后稳，虽历经火炼仍有转机，然而在浴火重生之前，烈火将无情燃烧所经之处，我们必须先熬过那一场场劫难。接下来要谈的第一道劫难之火，便是战争的烽烟。Play 师傅在预言中看到了熊熊战火，他说2026年可能会有2个大国发生对抗冲突。虽然他没有明言是哪2国，但许多人猜测这隐约指向几个已经剑拔弩张的地缘热点。一种揣测是远东的台海局势， C 国与 T 国之间累积已久的紧张有可能引燃战事。如果真是如此，那场大国对决的战场或许离泰国不近，却绝不会仅限于局部。因为一旦台海冲突爆发，美日等强权势必介入，战火极可能蔓延整个亚太，甚至牵动全球格局。事实上，近年台海周边已是风声鹤唳，军机绕行，实弹演习此起彼伏，稍有误判擦枪走火，都可能点燃战争引信。难道2026年会是这颗引信被点燃的时刻吗？另一种可能性则指向欧洲战场持续焦着的俄乌战争。若突然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那将是冷战后最危险的对峙，也不排除中东局势恶化，再度爆发大规模地区战争。然而无论战火烧向何方，现代社会的高度互联都决定了
任何两个大国的正面冲突都会演变成整个人类的灾难。试想某天清晨，T 国某大城市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睡梦中的居民惊醒，匆忙冲向附近的防空地下室，街道上到处是此起彼落的警铃与广播声，这不是演习，立即避难。远处天空传来低沉的轰鸣，那是战机掠过的音爆，随即一枚飞弹划破天际，击中港口区的仓库，霎时火光冲天。人们蜷缩在地下掩体里，透过手机才惊恐地得知 C 国对 T 国发动了进攻，战争爆发了。这原本只存在于电影的末日场景，如今却极可能在现实中上演。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如果交战各方握有核武器，人类将真正悬临毁灭的边缘。自二战结束以来，核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过我们，但凡理智的人都不愿看到核武降临战场，因为那几乎意味着文明的终局。尽管各国领袖应该清楚核武一旦出鞘将无赢家可言，但战争有其失控的边缘，一旦局势陷入疯狂，谁也无法保证不会出现绝望中的冒险行为。尤其如今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武器大大缩短了预警时间，核武误判的风险在上升。有军事分析指出，当今世界比上世纪冷战时期更接近核冲突的临界点，因为区域对抗此起彼伏，沟通机制却在削弱，一念之差就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虽然 Ply 师傅没有直接提及核战，但他预见的大国冲突无疑让人联想到这层终极风险。更令人忧心的是， Ply 师傅强调2026年最可怕的并不是战争，毕竟传统战争的破坏虽大，敌人至少是看得见的，而他指出，真正致命的威胁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无形战争。所谓无形战争，指的不是网络攻击或者间谍暗战，尽管这些风险也确实存在，而是潜伏在人群中的生物武器之战。他预言2026年某些地区可能出现一种诡异的怪病，其传染源并非天然，而是人为试验产物，也就是生化武器被偷偷释放的结果。换言之，有幕后黑手可能利用病毒细菌作为武器，在暗处向无辜的人群发动攻击。其实生物武器作为穷国的原子弹，一直是军事史上的隐秘角力领域。过去超级大国都曾暗中研发过炭疽、天花等生化武器，只不过人类尚未大规模体验那种噩梦场景，所以常常掉以轻心。短期内，这类隐蔽战争或许不会造成城市被炸毁的画面，但其伤害却丝毫不亚于传统战争。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将带来怎样的恐惧？试想某个和平城市突然出现一连串离奇病例，几名年轻人突发重症肺炎入院，肺部感染原因不明，且药石无效。另一头有健康儿童莫名高烧呕吐，迅速脱水休克，医院里人满为患，医生们惊疑不定，因为检验报告显示这不是任何已知病毒或细菌。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恐怖分子投放了新型病原，或者某种军事试验释放了恶魔。社区陷入恐慌，街头弥漫着看不见的危机。更糟糕的是，在无形敌人的威胁下，人们会开始彼此猜疑、疏远，恐惧和谣言的传播甚至可能比病毒更快，给社会带来二次伤害。如此诡谲的画面，正是这种无形战争的真实写照。深夜的医院急诊室里灯火通明，走廊挤满了咳嗽不止、呼吸困难的病患，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病床间奔走，满脸汗水和倦容。一名中年男子瘫坐在墙角，双目失神，他的妻子刚刚因不明肺炎去世，而医生们对病因却束手无策。另一边，一位母亲绝望地抱着高烧抽搐的幼子哀求医生，然而所有药物都对这怪病无效，孩子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此情此景令人心碎。更令人恐惧的是，没有人知道这种诡异的疾病此刻是否正悄无声息地向城市的其他角落扩散。随着隐形战争的揭幕， Ply 师傅预言中那个最骇人的角色也登场了，一种全新的致命疾病，他称之为 X 疾病，或者干脆称作那个新东西。按照他的描述，2026年最可怕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这种前所未见的瘟疫。它是混合型疾病，融合了古老病毒和人造实验成分，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
当他闭上眼睛接收灵视信息时，脑海里竟同时浮现结核病和黑死病这两个字眼。结核病曾是19世纪末最凶险的传染病之一，夺走无数生命。黑死病更是14世纪横扫欧亚的大瘟疫，导致欧洲人口至少1/3死亡。如果有一种恶菌结合了结核病的难缠和黑死病的剧毒，将意味着人类医疗完全无力招架。更糟的是，普赖师傅明确指出，这并非自然演化出的新品种病毒，而是带有人为实验室痕迹的产物。换句话说， X 疾病极可能是一种人造的瘟疫武器，也许出自某个秘密研发计划，并被有意或无意释放出来。他没有详细说明病毒如何诞生，但这样的暗示已足够令人毛骨悚然，因为这等于是人类自己制造出了毁灭自身的瘟神。那这场 X 疾病会如何蔓延呢？普赖师傅形容，它不会像电影情节那样同时在全球各处引爆，而是更狡猾、更漫长的折磨。他说，疾病的夺命过程如同花瓣陆续飘落，树叶逐片枯黄，也就是分阶段、多波次第席卷人间。也许今年第一季度某国突然爆发疫病高峰，然后暂时平息，半年后另一周又出现类似疫情，再度掀起恐慌。每一波疫情之间或许有间歇期，让人误以为风险已过，但实际上病毒只是转战他处，伺机再袭。这种持续几年的阴霾将考验各国医疗和社会的韧性。一些地区可能重演中世纪的悲剧，病患激增，医院瘫痪，尸体多到来不及处理，街道上弥漫着消毒水与绝望的气息。由于 X 疾病潜藏着人为操控的可能，每一次疫情爆发都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人在放毒。普赖师傅甚至提到，这疾病的源头是从外面被带进来的，可能透过旅客流动潜入不同国家，甚至泰国也许会在国外旅客身上发现首批病例。他隐隐暗示原始来源指向泰国以外的某个地区，更具体的地。他曾在节目中比划地图，将手指停在俄罗斯附近，仿佛在提示这场灾厄与俄罗斯周边地带有关。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当前国际冲突中的一些传言，例如某些大国被指在战乱地区设有秘密生物实验室，专门研究高致命性病原体。虽然这类说法未经证实，但普赖师傅的预言无形中让这些阴谋论增添了几分真实感。其实，对于突如其来的未知瘟疫，不仅灵媒在预警，科学界也早有心理准备。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8年提出疾病 X 的概念，用来称呼未来某个可能突然出现、迅速扩散并造成巨大伤亡的神秘病源。没想到，普赖师傅预言中的 X 疾病与此概念不谋而合。经历过2020年的新冠疫情，人类更加体会到未知病毒的威力和恐惧，而今一个潜在更可怕的 X 疾病幽灵再次盘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防疫体系的脆弱。试想，新冠已令全球经济社会停摆数月，死亡数百万。如果换成一种致死率远高于新冠，且具结核抗药性的病毒，我们的文明将遭受何等重击？这绝非杞人忧天。别忘了，14世纪时没有飞机航班，黑死病都能夺走欧洲30%人口。现代社会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病毒扩散速度只会更快。一旦 X 疾病现身，人类甚至可能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就被迫迎战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战争与瘟疫已如此可怖，大自然本身也不会缺席这场灾厄盛宴。普赖师傅预见2026年的气候与地壳活动亦将异常活跃。他警告，今年雨水过多，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将显著提高，仿佛老天在漏水似的，大雨倾盆。一些地方可能反复遭暴雨侵袭，成为风暴常驻的固定路径。地球气候模式似乎正在发生转换，过去相对平静的地区可能变成灾难多发带。他形容仿佛地球的重心发生了偏移，气流分布改变，导致某些地区雨季延长，雨量剧增，而另一部分地区则可能异常干旱高温。其实，科学研究早已指出，全球暖化让天气变得更加极端，酷热的更热，干燥的更干，潮湿的更湿。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征兆，例如2023年北半球夏季创下历史高温，多地森林野火肆虐，
浓烟蔽日数千公里。2024年，南亚和中国南方又遭遇超长梅雨期，引发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这些事件都在印证普赖师傅对水与火灾难同步降临的预警。除了气候、地震、火山等地壳灾害在预言中也占据一席之地。Play 师傅指出，2026年只是开始，真正严重的情况会在之后几年逐步浮现。他特别提醒2027年、2028年乃至2030年仍需高度警惕。他认为未来几年地震将更加频繁，其中一部分与某些国家在海上、海底进行的武器试验及演习有关，尤其在地质脆弱的断层带，这类人为动作恐触发连锁地震，进而带来更严重的水灾。例如，如果在断层带引爆大型炸药，可能诱发板块的能量释放，导致周边国家接连发生地震海啸。虽然此说未有科学定论，但并非没有逻辑。即便撇开人为因素不谈，地球本身也积蓄了巨大的能量，等待释放。环太平洋火环带近年来活动频繁，日本、印尼、美国西岸地区的中强震明显增多。不少地震学家警告，大地震终将到来，只是时间问题。一些预言家也发出了相似的信息。前面提到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就曾断言2026年前后，环球可能发生超过8级的大地震，重创太平洋周边国家。盲眼龙婆班加夫人的预言清单里也包括 7% 的陆地将毁于灾难，让人联想到地震、海啸或火山喷发引发的土地淹没。这种种迹象似乎都在指向一个结论：大地正在酝酿它的怒火。让我们再勾画一个场景，傍晚时分，某沿海城市的居民刚结束一天的忙碌，突然地面剧烈晃动起来，玻璃窗噼啪作响，人们惊叫着四处逃生，大地震来袭了。几分钟后，当余震渐止，人们还来不及庆幸，又听见远处传来轰隆巨响，一道10几米高的巨浪正以惊人速度朝海岸逼近，海啸如同黑色巨墙般吞噬了港口，猛烈的冲击让高楼倾倒，汽车如玩具般被卷入水中。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茂密森林，一场特大野火因酷热干旱而燃起，烈焰照亮半边天空，整片山林化为火海。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们在新闻中同时看到这类水与火的极端灾难，也许已不会太过吃惊，因为 Play 师傅早已提醒过，这些景象将不再只是电影特效，而可能变成真实的世界写照。如此一来，我们几乎可以描绘出2026年可能出现的极端场景。某个时刻，一边是城市陷入战乱硝烟，另一边是疫病在暗中肆虐夺命。这里洪水泛滥，良田变汪洋，那里野火肆虐，村镇成灰烬。同一时间，金融市场哀鸿遍野，大自然也在无情地收割生命。这仿佛是一幅现代版的启示录，四骑士、图景战争、瘟疫、饥荒、经济崩溃导致的饥饿、死亡，同时朝人类袭来。我们的文明能承受这样多重的打击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经济体系在多重打击下的命运。Play 师傅直言，今年全球经济恐将出现大动荡。他提醒投资者要格外谨慎，尤其警告所有虚拟投资要更加小心。虚拟投资涵盖范围很广，从股票、期货到加密货币等衍生品，都脱离实体资产基础，信心一旦崩溃，便可能化为乌有。他特地点名泰国股市可能剧烈波动，投资人需有心理准备。其实不仅泰国，放眼全球，各大金融市场目前也如履薄冰。经过多年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各主要经济体累积了庞大的资产泡沫。一旦遇上战争这种黑天鹅事件，资金势必大逃亡，引发股债双杀的金融海啸。回想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时，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震荡只是小试牛刀。若2026年出现更大规模的冲击，市场恐怕将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无序。经济崩溃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试想你走进平日常去的超市，却发现货架几乎被扫空，只剩零星的几样商品孤零零地摆着。你排了2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轮到，却被告知粮食限购，每人只能买2袋米。一旁有人着急地高举钞票哀求，多卖一点食物给他，可是一叠钞票却换不来。
一颗鸡蛋纸币几乎成了废纸，物价飞涨让货币严重贬值。加油站外汽车大排长龙，由于石油短缺，每辆车只能加有限的几公升汽油，许多人的油箱见底，却无可奈何。银行贴出休业公告，担心挤兑的政府暂停了提款服务， ATM 机里也提不出现金，大家手中的存款仿佛蒸发。街头不时响起警笛声，原来是绝望的人们开始哄抢商店，引发骚乱，武装警察不得不出动维持秩序。当经济体系土崩瓦解，我们惊愕地发现，原来现代文明的日常秩序竟如此脆弱，一夕之间就能崩解成弱肉强食的混乱局面。我们可以试着描绘全球经济正式失控的景象，届时各国股市接连熔断，交易所被迫暂停买卖，以防止恐慌蔓延。银行面临挤兑风险，民众排长队提取现金，政府不得不祭出资本管制措施，国际贸易体系陷入瘫痪，港口码头空空荡荡，货轮因战争风险无法靠岸，能源价格飙涨至难以承受的程度，加油站实施配给制，人们需要凭票加油。粮食出口国囤积居奇，限制粮食输出，导致粮价数倍上涨。进口依赖的国家出现缺粮危机，许多家庭吃饱肚子都成了难题。伴随商品短缺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的狂潮，纸币贬值如同废纸，人们可能得揣着一大袋钞票才能换回一条面包。当经济秩序失控，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失业潮和购买力暴跌，意味着房贷车贷再也还不起，也意味着政府的救助能力大幅削弱。到那时，维持生存将取代追求发展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我们将真正步入生存模式。当然，经济崩盘带来的不仅是物质匮乏，社会秩序也将随之瓦解。当生活必需品短缺，治安状况必然每况愈下，为了争夺食物和物资，可能会爆发骚乱与冲突。平日文明守法的市民或许也被迫为了一袋米而与他人争执，甚至演变为街头的肢体冲突。更严重时，一些不法分子趁火打劫，商店遭到洗劫，武装抢劫频发，整座城市的法治秩序荡然无存。为控制局面，政府可能不得不调派军警在街头巡逻并实施宵禁。曾经繁华的都市霎时间仿佛沦为战区，这些混乱场景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正因为看到了那样的未来图景， Ply 师傅苦口婆心地给出了避险之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买黄金。他认为土地、房产等过去被视作稳健的投资，在大动荡中已不再可靠，因为房子可能毁于灾难或因政策变动而贬值，但黄金永远是黄金。一旦经济崩溃，黄金是唯一公认的硬通货。他甚至建议大家现在就开始购入实体黄金，并且不要一次买太大块，而要分成小单位的金条或金币逐步累积。如此一来，万一情况恶化，拿出小额黄金便于交易，换取生活物资，而不至于拿着1公斤金砖却找不到人能找零。事实上，不仅普莱师傅这样说，在各种民间与专业预测里，黄金都被频频提及为避险首选。有意思的是，那位以占星预测闻名的印度少年阿南德也多次提醒投资者，黄金和白银等贵金属将是动荡时代的避风港。他甚至预言未来黄金价格可能飙升至现在的几倍之高。只有当全球金融体系陷入严重危机，法币信用荡然无存时，黄金才会如此抢手。难道这暗示着我们即将面临货币信用的雪崩？尽管答案未明，但许多精明的投资者早已开始默默增持黄金，以备不时之需。除了黄金， Ply 师傅还在节目中抛出了一个令观众摸不着头绪的提醒。2026年上半年，有3个以英文字母 HJT 开头的地区不宜前往。他没有明讲是哪里，只提供了这样的神秘代号，现场也笑称自己不方便多讲。这线索一出，立刻引发媒体和网友的大猜想。有人解读 H 是指 Hong Kong 香港或 Hawaii 夏威夷， J 可能是 Japan 日本或 Jakarta 雅加达， T 则联想到 Taiwan 台湾或 Turkey 土耳其，甚至 Thailand 泰国本身也在候选之列。在众多猜测中，香港、日本、台湾这组组合引起最多共鸣。
因为这三地都位于东亚板块，且近年局势敏感，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考虑，仿佛勾勒出一幅亚太冲突或灾变的潜在地图。香港是中西角力场，日本是亚太强国，而台湾则是台海风暴眼，三者都可能在战争或灾难中受到波及。也有人认为 H 代表美国夏威夷，毕竟珍珠港的历史教训犹在。若是土耳其，该国正处地震带，今年初才遭强震重创。无论如何 Play 师傅卖的这个关子平添预言的神秘色彩，也提醒着大家在这段非常时期旅游要格外小心。或许在风险高峰期，减少不必要的远行是最明智的选择。听完如此众多的警示，许多人不禁要问，难道我们只能束手待毙，毫无招架之力吗？毕竟预言描绘的几乎是世界末日般的图景。然而 Play 师傅并没有让大家陷入绝望，相反，他希望人们能因此提高警觉，积极防范，以降低潜在灾难的伤害。他强调，自己传递预言的目的不是制造恐慌，而是让有责任的人提前采取行动。所谓有责任的人，或许指的就是各国政府的决策者，也包括每一个对家庭负责的普通人。我们无力阻止地震火山，但可以加强建筑物的抗震强度，规划紧急疏散路线。我们无法掌控病毒变异，但可以完善医疗体系，储备医药物资。我们制止不了大国博弈，但至少个人可以备好生存必需品，做好最坏的打算。正如泰国文化中的一种信念，若坏事提前说出并引起警觉，人们采取行动后，事情未必会朝最坏方向发展。预言的价值正在于警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在命运洪流面前争取一丝主动。因此 Play 师傅除了预测厄运，也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避灾建议。他多次呼吁民众准备急难救助包或逃生背囊，并强调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有需要。这背囊应放在家中随手可及的地方，内含一些维生基本物品，如重要证件的复印件、适量现金、常用药物、简易急救用品、手电筒、打火机、哨子、轻便雨衣、保暖毯，以及至少3天份的干粮和瓶装水。一旦发生地震或火灾需要迅速撤离，拿起这个背包就能保障家庭短期的基本生存，不至于在混乱中陷入绝境。此外，他提醒大家将家中贵重物品和无法带走的重要文件储存在高处或防水防火的保险箱里，以免洪水或火灾突然来袭时将一切化为乌有。事实上，近年来在许多国家都兴起了所谓的末日准备者 Doomsday Preppers 运动，他们热衷于分享如何在灾难中生存的知识和技巧，从储存食物水源、自建避难地堡，到学习狩猎、钓鱼、野外取火等技能，可谓无所不包。在平时看来，这些举动也许有些小题大做，但若灾难真降临，正是这些准备能让人从容应对。许多经历过灾难的幸存者都表示，正因为提前准备了食品和发电机，他们才能在风暴断电时维持基本生活。由此可见，有备无患绝非陈腔滥调，而是面对未知风险的明智之举。除了物质准备之外，精神态度同样重要。Play 师傅提到这些预言时，用了一个词来概括背后原因：共业。这是佛教里的概念，指众生共同造作的业力，招致共同承担的恶果。换句话说，人类集体的所作所为引发了这些灾难。比如战争源于人类的贪婪与仇恨，瘟疫大流行往往与人类过度干涉自然、生态失衡有关，极端天灾则和我们长期对地球资源的挥霍破坏脱不了干系。如果真是如此，那预言也是在督促我们反省自身。Play 师傅强调，真正化解灾劫的办法不仅在于外在准备，更有赖于内在的觉醒和良知。当更多人心存正气，敬畏天地，敬畏生命，或许才能改变共业，让厄运减轻，甚至转危为安。当然，对神明的信仰与祈祷也是许多人在面对灾难时的重要精神寄托。无论信仰何种宗教，保持对天地的敬畏，对善良的坚守，往往能使人在乱世中保持理智和平和，这对熬过艰难时期至关重要。一些宗教团体则指出，当前世界的乱象与经典中的末世预兆高度吻合。无论是圣经启示录里战争、瘟疫、饥荒四骑士的降临，还
还是佛教所说末法时代众生共业的爆发，人类似乎正处在一个道德失衡、天灾人祸频繁的关口。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就更需要我们每个人在精神上反省自身，重建信仰与良知，以其改变整体命运的走向。值得欣慰的是，预言毕竟不是注定的命运，而是对未来走向的推测和警示。人类历史上多次面临看似无解的危局，最终都凭借智慧和勇气闯了过来。黑死病横行之后，人类迎来医学革命，2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新秩序。每一次大灾难之后，我们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并汲取教训。或许这也是烈马浴火重生寓意的体现。在经历苦难淬炼后，社会会产生反思和变革，从而获得新生。纵然未来几年乌云压顶，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黎明终会再临，前提是我们愿意行动，并团结一致迎接挑战。放眼全球，不止 Ply 师傅一人在预警未来的风险。西方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的百诗集曾留下许多隐晦的4行诗，被后人解读出对当今时局的不祥暗示。他的支持者声称，诺查丹马斯预言了从大革命到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虽然诗文晦涩难懂，但仍让人毛骨悚然。东方的推背图、马前课等古预言，也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诗句，仿佛指涉当代。一些现代的科学预测模型亦描绘了相似的危机，例如气候学家警告，若不减排，21世纪中叶前气候灾难将难以逆转。军事专家则指出，当前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前所未有，意外擦枪走火的几率大增。可以说，在关键趋势上，预言与科学的结论并非毫无交集。值得一提的是，在华人社会，近期也有占卜师接连4次占得空亡卦，这被解读为将有异常大事发生的兆头。不仅如此，一些预言甚至点出了科技领域的隐患，例如有人警告人工智能叛变的可能性。这听起来像科幻故事，但一些知名科学家和企业家已对失控的人工智慧发出警告。如果在社会动荡之际， AI 系统发生严重故障，例如无人武器误判目标或被不法分子操控，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还有人声称班加夫人预言过未来某年将有外星文明降临地球，引发巨大震动。虽然这类预言听起来奇幻，但也透露出人类对未知力量的种种想象与不安。回到眼下，2026年的序幕已经拉开，尽管谁也无法断言未来一定会如预言所述般黑暗，但这些警告绝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是否已经太久沉醉于科技和繁荣带来的安全感，而忽视了文明的脆弱？当今世界的和平与秩序其实比想象中更加不堪一击。一次疫情就能令各国封锁边境，一场战争即可推高全球粮价，一次金融风暴足以击溃千万人的生计。这些教训在最近几年已屡屡上演。然而人类往往健忘，危机过后又重回惯常的轨道，对风险掉以轻心。也许 Play 师傅以及其他预言者的苦心，就是要我们别再麻木，别再侥幸。与其视而不见，不如将信将疑地做些准备；与其嗤之以鼻，不如留个心眼，提高警戒。2026年究竟会成为人类灾难史上的转折点，还是最终证实只是一场虚惊？这一问题恐怕只能留待时间去回答。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就是谨慎以对，不懈努力，尽可能为各种变局做好准备。在节目的最后，不妨再次品味 Ply 师傅那句意味深长的叮咛：时间真的不多了。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内心的紧迫感。如果2026年的命运真的如他所见般危机四伏，那么现在正是我们改变结局的关键窗口期。或许我们无法左右天灾人祸的发生，但至少可以调整自身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尽可能降低损失，保存希望。希望未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庆幸自己曾经努力过，避免了最坏的剧本成真。也许正如那匹浴火重生的烈马，只要不放弃奔跑，我们终将冲出火海，迎来新生的黎明。总而言之，风雨欲来的时刻，让我们谨记未雨绸缪之道，因为毕竟时间真的不多了。